新恋人已经抵达，他在哪里？他是什么样子的人？我跟他的能量契合吗？他会一眼就认出我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出乎意料的火花吗？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尔问。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新恋人已经在附近了。那这是今天的4张牌，等一下我会拿近看一一的解释。那选牌有分3个阶段，第一就是你直接看它的颜色、构图和风格。也许你认识塔罗牌，你有一些塔罗牌的基础，你知道它代表的什么，你可以依照这个就直接选。那么想要更深入了解内容，跟当下现在这个状况我得到的牌面的讯息，我直接传达给你。那你接收这些讯息，聆听这些讯息的时候，看看哪一张牌的内容最契合你当下看这支影片的心境，那你也可以选它。那第3个阶段呢，就是你真的很犹豫，很没有方向，或是你想要直接交给宇宙帮你选的话，我们在第3个阶段会抽出星座，每一张牌会有3个随机星座，你就直接照你的星座去选也可以。好，一切就由你自己内在的直觉，或是情绪，或是你武断理智上的各种角度去选牌都可以。好，来，那我们直接一张一张牌来做简单的介绍。来，第1张牌是金币骑士。这张牌如果你选它，我觉得它代表了你对于生活某些秩序的绝对不要改变。你喜欢生活有一些规律，你喜欢生活有一些非常坚定的秩序，不太容许其他人破坏。你非常，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极端反抗那些未知的改变。当然这里不是说你一定会完全的反抗无法接受任何的改变的建议或是提示。我的意思是说，你会非常反抗着去你已经维持好的那些生活点滴上的秩序，因为在你的心中，你觉得那已经是你琢磨出来最好的规律了，你已经找到那一份让你觉得最舒坦、最舒适、最悠然的生活秩序，所以你不想让它改变。那选择1号牌的朋友，如果你心境上有比较倾向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着选1号。因为也许后面我们翻的这条路线会比较符合这个方向，但我们不要特别这样子去取代，我们就单独直接以这张牌的逻辑去选就好了。好，那这是1号牌的朋友，选择1号的朋友。来，第2张牌是死神牌。通常到这张牌我都不会直接觉得它是一个灭亡，它是一个这个时机点的消灭，我都会直接以正面、正念、乐观的角度去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新生。也就是说，如果你想选择2号牌的朋友，也许你正在走入一个低谷，或是你刚结束一个低谷，那这张牌就非常适合你，因为它这一个新生，它这个四边四方的能量正在重新的点燃，正在重新的组合，走入下一个阶段。我习惯这样子看这张牌，我也喜欢看这样子看这张牌的走向。所以如果你想选2号牌的朋友，你可以抱持着一种我期待着一切否极泰来，也应该否极泰来的时间点正要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个角度来选这张牌。如果你现在的情况也很契合这张牌所带来的讯息，那你可以试着选这张牌。好，这是2号牌的朋友。再来是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是圣杯骑士。圣杯骑士，圣杯骑士在我惯性习惯上的形容，我会把它直接定调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的去向。它是极度的
浪漫，它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方向，而且它有强大的实践力。想要选择3号牌的朋友，如果你内心本身就是这样有极端浪漫主义的倾向的话，我觉得你选这张牌非常适合你，因为它还带来了很强大的实践能力，付诸于行动，而不会只是单单的拘泥于幻想跟想象。那这个行动也不只是需要你自己的主动去迎接或是去创造，它也带来了一种其他力量，尤其是那一个你想要等待的人，你心里所期盼出现的那一个人，也会因为你选了这张牌，也会因为你内在有了这样子的意识之后，被引诱出来了他的实践力，他的具体行动。这是一个双向的。但是如果我们直接以我们想要寻找那个人的角度来去诠释这张牌的话，你似乎也可以被动的等他积极的到来你身边也是可以了。但是记得我一开始说这是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的角度的话，其实2个人都非常愿意的全然的付出，全然的寻找，全然的去追寻，全然的去抓住这份爱情的能量。我想如果选择3号牌的朋友，你内在是比较契合这个的话，你内在的心境，你对浪漫的要求很高的话，其实你可以选看3号牌来听看看下面的故事哦。好，再来是第4号牌，权杖骑士。权杖骑士，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充满好奇心，而且会付诸于更强的身体行动力的一张牌。它这张牌非常特别，也非常适合哪一种类型的朋友来选呢？就是你常常一股脑的还没有思索着非常清晰的做事逻辑、做事方法，你还没有想得非常清楚的时候，可是身体已经想做了，身体已经往前做了。有的时候它很像运动，有时候你运动的时候就是希望不要想太多，我要把所有的专注力都在身体身上，去做一些执行的方式，去做一些挥发挥霍。这张牌带来的就是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行动先于思考，它不太像是思考过多而无法行动的那一种角色，它是就是我要具体的先去做，更多的是像我要先有体会，我再来好好的反省回顾我刚刚做了什么。你可以说它是冲动，但我更认为它是一个探索，它是一个自己人生边际的开拓。它很像是当世界说地球是平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子的人愿意行驶的一艘船，直挺挺的、直线的往他们以为的边界直行的去，然后他们才能发现一个新的位置，才能发现原来世界是圆的，地球是圆的，回到了原点。这张牌比较符合这样子的，比较适应这样子的个性的人。好，那选择4号牌的朋友，如果你的心情上蛮契合这个角度的话，你可以试着选看看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后面的新恋人的牌是怎么样的走向。好，好，那这就是4张牌的简单的解说。那接下来，如果你还是非常犹豫你想要把选择权交给宇宙，直接帮你来选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星座的部分我们就直接交给星座来选就好了。好，来那我们就随机的分类每一张牌各3个。好，来。好，我们来看看来随机各分3个来看看被分到的星座有哪些。好，我们来先看1号牌的朋友有哪些双子、牡羊、射手。好，2号牌的朋友有金牛、
天蝎、处女座。好，再来3号牌的朋友有天秤、双鱼、巨蟹。好，来4号牌的朋友有狮子、摩羯、水瓶。好，那就这样哈。那如果以星座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分类，你可以看看你要不要选哈。那我们这3个阶段都结束了，那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你想要的牌是哪个哈。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哦。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所以呢，这个角色，这个人，他应该已经离我们非常近了哈。那我看看我们从这里能不能找到他的各种新的线索啦。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他是现在以生活圈来说离我们多远哈。然后我们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到他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能量，然后会投射出一下他是什么样子品质的人。好，那其中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遇到他之前的我们自我的修正，有的话我会随时跟你们说。好，来，这些内容我们就先不透露，我们先从牌面上的5个基础位置一样最原始的、最基本的5个基础位置，来一点一滴的来看好，来，先从我们第一个要翻的，好，先这5张首先呢，我要翻的位置是这个位置我都会把它当成是所有的讯息里面的一个虚空状态它的位置呢，比较像是在沙漠中，或是在汪洋大海之中。你可能骑着骆驼，你可能坐着一个很小的船，然后你在那个位置，我们也可以说不是你在那个位置，而是你心底的某一个共识的你，已经在未来的时间点，或是在其他的能量的时间点，已经看到了你跟他未来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这边传来一个非常些微的讯息就是这个位置的牌。那我们得到的是教宗牌，这个牌我觉得从这个位置出现的非常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牌。那它所带来的是一种互助性，一种社群的性质。我更会让它诠释在这个位置，我会把它讲到说，它有一个非常智慧，有一种灵魂帮助的智慧，从这里浅浅的、缓缓的浮现出来。那它在这里代表了你跟他的关系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未来性的一种认同啦，未来性的一种已经预知了未来你跟他的关系的一种非常高度的成功率，非常高度的契合。我们再把它讲的，换句话说更简单一点，就是说这张牌似乎已经透露了你跟他未来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啦。最浅的说法是这个，但是我在这里我可以看到一些更深的东西，因为它介入了，在比较，因为它这张牌附近有很多的很强烈的神秘力量啦，他们是互相撞击的，代表了非常强大的知识啊，强大的理解，强大的力量，还有强大的混沌，而且还代表了非常强的光明。它在这些东西之中混淆着，还要透露出这一点点一丝的那一个对于你们的关系的非常高度的肯定的讯息，表示
在他这张牌的牌位的眼里啦，我们把它拟人化，把它当成是一个观看你们的整个关系的一个流程，现在未来这个流线这个流程的，他如果只能给你一个讯息，他会跟你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智慧开窍之旅，或是我们把它诠释成是一个你在遇见他之后，你应该会在灵魂的提升上面有步步高升、节节进步。差点讲成节节败退，不是那个方向，是一阶一阶的在进步，慢慢的提升。但是他这里并不是只针对你讲，他比较在乎的是一个范围里，在包括这个范围里的所有人都有一步一步的进步。所以呢，我们讲的比较狭隘一点，我觉得他囊括的是你跟他的相处跟认识之后，在心灵的成长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化。好，你们两个应该在灵魂上面本身会有一个很强的互补作用，因为这张牌本身会有一些左啊、右啊、上啊、下啊、黑啊、白啊、明啊、暗的一种契合。灵魂上的契合状态，所以你跟他相处之后，也有可能是他所带来的新环境，会让你进去适应，然后提升你。打个比方，就有可能说，他本身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然后他可以分享给你非常多你没有读过的书的内容，帮你打开了所谓阅读的视野。或是他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他去过非常非常多的国家，他未来还要去更多的国家，然后他可能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然后他会带着你去认识他们。你会发现这世界上各种人、各种背景、各种文化，在这一些见解见识中，你会这样子慢慢的提升。或者是他本身所在的一个社群就是比较身心灵提升的，你的内在它会让你非常了解这一个部分，然后你会一点一滴的跟他相处之后，更理解了神秘主义、神秘世界他们所带来的背后的洪流、历史背景跟宇宙的意义，有很多的比喻跟方向题目。但是总结来说，这里就告诉你说，在灵魂的提升上面，在你遇见他之后，会比你现在好太多，会提升太多。只不过这张牌你要把它想成是说我刚刚说的，在沙漠里独自与一只骆驼行走，或是就是一只骆驼，形单影只的在那边慢慢的行走。它这里有什么特色？是它在那里大喊是没有人听到的，在那一个荒凉的沙漠中、汪洋的大海中，你呼喊着任何重要的讯息是没有什么人听到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点，他是在告诉你说，这个讯息应该重要到他需要用大喊的你才能听到，因为你离这一个真切的讯息其实还蛮远的。只是我们这边翻来了，告诉你有这个讯息传来了，我就直接告诉你，它像是一种保证，告诉你说这个人的出现对于你灵魂上面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要把握记得要把握。好，来，我们看到了这一个非常极静的空间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更遥远的位置一种绝对的光明面的位置，给的牌面内容是什么？基本上，如果以这两张来对比的话，这个位置给的就是更明确的，而且它是绝对正能量的、绝对光明的一个讯息。所以它这里我得到的是一个主导权。我觉得它这里比较像是说，这份关系里似乎你们的相处并没有因为谁有一些强大的控制力或是胁迫力、压迫、主导性，而导致这份关系只能听一个人说话。这里反而是说，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好像有一种非常高度的默契，让彼此找到了某一种人生的控制权。可以更，因为这样讲起来非常难，它这里非常，我必须要重新诠释，讲一些
例子，它比较像是说，如果你现在的生活有很多的决定都是由别人决定的，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师长，或是其他比你更强而有力能力的人帮你决定人生，而你自己常常都是听取于其他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然后你已经会开始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不属于自己，因为你已经长久的人生都是在别人的意见中做选择。你慢慢发现说，自己对于自己的人生主导性，其实宏观下来观察，发现非常微弱，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应该有这个感觉，你需要有这个感觉。那为何这里的牌出现？他要讲的是说，当你跟这个人相遇之后，似乎你们两个人的互补性跟重要性吧，或是一种互相的提醒，来帮助彼此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白话一点讲啦，就是他的出现可能会让你觉醒了，知道你需要好好的掌握你自己的人生。你的人生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真的为自己决定任何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人的重要性从这里看出来，他除了从心灵上给你一个很强大的提升之外，他竟然还像是一个智者，还像是让你开窍的一个很重要的星星。他让你发现说，竟然有人可以这么重视自己心灵上的所有的感知、所有的决定。你平常会觉得说，其实我一直很听别人的意见、想法，没有什么不好啊。其实，在他出现之前，真的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他出现之后，为什么凸显了这张牌？想要我告诉你，为什么凸显了这段关系会影响所谓的人生主导性这一件事情？主要是他出现了之后，你会发现，从他的言语跟观察，他才把你说破了说，其实你的人生一直失去了自己的主导，你似乎没有那么深刻的去挖掘你心里真正的方向感，有一种新的方向，心脏的心，新的方向，你似乎都没有好好的认真的体会，认真的确定那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要讲回非常非常白话，就是你从来都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告诉你自己，就是说我一定要去什么国家一次。为什么会听不到？因为可能有一些声音早就在你心里覆盖着，告诉自己说不要去那里，那里很危险。可是你心里就一直在告诉你说，我人生一定要去那边看一次。就是像这种非常简单的例子，似乎都没有在心里跑出来，好像就有点随波逐流，大家都去什么我就去，大家喜欢什么我就跟着喜欢，为的是什么？安全跟舒服。虽然安全，虽然舒服，可是人生的那一种自己控制自己人生的那一个声音，虽然带有挑战，虽然带有一点冒险，但你都没有认真的去试过。很可能会在这一个人出现之后，他的出现会提示你，会不会在你在开始觉得自己变老的时候，才想到说，我在有力气、有勇气、有精神的时候，竟然没有这么的开阔的、放开的去挑战这么多我想要的事情、方向、位置，可能会有这样哦。那这一个人的出现在这里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好像已经都试过了，他好像开窍的非常早。所以你看哦，这两张牌其实它代表的比较不是现实跟你现在生活里该听到的声音跟状况，他们比较像是一种很远很深的深谷，很深的深渊，很遥远的海洋，你从来不会去的海洋正中，你从来不会去的天空，你永远都不会摸到的宇宙的那个遥望的角度去看你的人生的时候，他们大喊着告诉你一些讯息，希望你从中开窍。那这些声音非常远，所以非常小声，它可能会在梦境里，或是你突然脑袋一闪而过有这样子的讯息，可是马上就会被现实所打消。那些现实的声音是什么？我去不了，没有人带我去，我不敢去，我做不了，我从来没试过，这对我很陌生。有很多的看似借口的杂音，立刻就消灭掉了。好，那为什么今天在这一题新恋人出现之后，这被凸显出来？因为这个人
会陪着你。好，讲到这么多，因为这个人会陪着你，他会提醒着你，他会照顾着你，他会支持着你。好，来，我们再从这里我们要从比较现实的面来看了。从这里这么远，我们来回到人间我们来回到人类的物质世界我们来回到所有的幻想、所有的精神能量所显现的具体世界里面，对于你们这两份关系，现在的最近的距离的诠释是什么？这个位置我应该会发现更多的东西来，他这边在说两个。第一，我觉得他以保守的角度来说，这一个人啦，一样呼应这个位置。这一个人，他在出现在你的世界的时候，他应该会带来一种很强的前卫感。我从这里看到的是，这张牌其实代表着你有一种包袱性，你有一种自卫心态保护自己、守卫自己的那一个心态你身上有很多的城墙你身上有很多的安全感所树立的一个城墙，看似安全，看似稳定，其实那是一个你跟外界、跟未来性和跟他之前的一个阻碍。那为何这个东西在这里反而不是讲他，而是先讲你？因为这一个人的出现，他有能力突破，他有能力帮你拆掉这个城墙，他有能力，似乎也有能力把你在某一种心灵的牢笼里把你提取出来，带领到一种更宽广的另一个世界。我从这里两张在这边，我都还要再强调一次的是，你现在并没有不好，而是那一个对于未来世界的宽广视野，你有能力看到、接受、接住、体会，但是没有那一个入口。你现在真的很好，也很满足，我觉得以你的视角来说，你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看到这么宽广的世界。只不过这一个人的出现像是一种侵入，它像是一种非常强烈正念的病毒。它一进入到你的人生之后，你才发现说，原来还有更好、更宽广的世界，你有能力体会。为何这里我要强调有能力体会？因为很多人即使到绝美的地方，他们看到的风景都还是平淡无奇。你有能力体会，表示你一进到了那一个领域之后，你懂那一份美好的真谛跟精髓是什么。所以在这边讲到了你在某一种牢笼里，某一种安全的城堡里，虽然被保护得很好，也过着非常以浪漫主义一点，就是比较过着一种富足豪华的生活，你现在看起来都还蛮好的可是你属于这里吗？或是外面还有更属于你心灵该去的地方？没有那个钥匙，但这个人有。所以选择1号牌的朋友，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个人很像是你心灵的一个救难人员吧。他在你以为的完美富足的世界里面，可能搭着那个直升梯放着一个升降梯，他爬下来伸手把你要拉出去，这样出去跟外面跟里面都没里面并没有不好，但是这个人的出现似乎在告诉你说，你为什么只在这里？你能属于的是更大的世界，你不是只是在一个岛就觉得那个岛是全世界，在那个岛里你甚至不知道还有外面，而这个人的出现，他首先让你知道还有外面，还有你需要去。我要讲的不是说这只是一个旅行，我要讲的是说你心灵还能够成长到更高的级数，你现在已经足够了。就是说，你心里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很高级的杯子吧，装着你一辈子都足够喝的水。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发现你应该可以装更多的水，你需要有更多，你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感受整个世界的千变万化的
情感、千变万化的情绪。那这些千变万化的情绪，都是因为你还没见识过、感受过外面的世界的美好，所以你不知道你有更多重、更高层次的情感，你没有体会过。我只觉得这一个人是以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出现在你的人生里了。那为何他需要遇见你？他需要看到你？其实，在某一个角度来说，我刚刚就有感觉到，其实以他的角度来说，他心里其实有一个缺口，少了一个碎片，就是好像我知道了这么多，可是好像没有找到那一个我真心意想要去分享的那个人。可是他从这边看到他出现的时候，你跟他的能量连接的时候，他心里似乎有一种很强烈的笃定了哈。那这份笃定，我觉得我们可以特别用翻的一下来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因为现在目前看到两个人哈，都在形容说你们两个的相遇是非常可贵的，你们的两个相遇是非常珍贵的，尤其对于你的人生的未来性来说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我们现在把它角度换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为何他会爱上你，他看到你他会喜欢你。如果他这么富足了，为何还需要带着你？来看一下哈。好，大概得到第一个讯息哈。我这边得到了一个讯息：第一，突破者，这个我们在这里就讲到了哈。第二，这里也讲，其实这两张牌我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在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我就说他发现了你在某一个城墙里，他一定要把你提取出来。这边有，在他的心态里，他发现你是他必须救出来的人。我们用比较神话、童话式的方式这样形容啦，你不一定真的需要被救啦。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角度、那一个感受、态度上，你是一个他需要被救的人，他不忍心，他忍不住，他一定要伸那一只手把你拉出来。因为好像你属于他的世界，所以他会非常珍惜。但是他有一个动作上的分歧点是在这里，时辰牌所告诉我们的：当他伸手了，当他看到你了，当他希望为你做出一些强烈的动作的时候，他自己内在心里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他也升华了。其实这边也透露了一件事：他的伸手，他的动机，他的主动性往你这边靠拢的时候，其实在他的个人的完美世界，或是他自己的世界里，他也做出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突破。他原本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的人，他的世界有自己的定义。他从很多以前他认为好的东西，他都会去追求，而且把它做到好。在别人眼里，他可能是个完美的人，他是个功课很好的人，成绩很好的人，做什么都非常好。可是他在心里跟你一样，也是被某一种安全跟富足的感觉困住了。只是你们两个不同的是，你的角度是你还没有出去，所以你困在一个你以为最好的世界里。那他不是，他的世界永远都没有最好，但是已经很好了。他知道还有更宽广的世界可以去找，更宽广的世界可以去看。可是他被困在了什么？他被困在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的感受里，所以他是孤独的。于是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你们两个在这一个非常相异的位置看到彼此之后，两个人都有彼此最需要的那一个心灵的层面，那他会主动的伸手去，然后你的角度是，当你感受到的他那个热情，他伸手的那一个整个气氛，你觉得有一个人好像非常看重你的时候，你也会把手伸出去让他接住。这就是你们两个比较抽象的浪漫，非常绝对浪漫主义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契合，你们会有一个非常强的语言的对称。你们的语言模组似乎是
在你们的对话里是非常合理的，也会有一种好像好久没有这么容易谈上话的一个人出现了。他跟你最好的朋友、跟你的闺蜜，或是很认识很久的老同学、老朋友聊天的方式不一样。他会有点唤醒你心里某些你总是跟自己喃喃自语的那个声音，终于找到了可以对话的那个人，而且很奇妙的是，立刻就能对话，这个很难得哈。那回到我们刚刚这里所讲的，好像他这里所透露的声音就是，你们的相遇在未来是扎实的，是可期待的。为什么他们在这么远的方向看未来性这么确定？主要还是因为前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原来你们就是注定要去拯救彼此。为什么我现在换了一个词语，变成拯救彼此？刚刚前面还说他觉得他一定要去救你，其实你也救了他，可是你们从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心灵上的绝对互补性上面相遇了哈。其实在这里啊，有一些土能量哈，很强烈，而且还一模一样，却在不同的位置。那你们两个相处之后，会有一些阶段性。一开始你们聊天会非常的契合，然后你们会从空间上会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发现你们在任何地方都有共同的语言、见解、价值观、情绪的起伏，甚至都会相同。这边金币国王代表的那一个超强、超高等级的稳定性，然后再加上你们对于整个土能量在你们的内在发挥的那一种同质性啦。我必须说，这里金币四两个金币四同时出现的时候，一个代表你，一个代表他，我就觉得你们的两颗一模一样重量的石头，在跷跷板的两边永恒的达到一种180度的平衡，不上不下，不会上不会下，一直就打着一个非常强烈的完美平衡。所以你们的相处在各方面，我才能看到说，在生活中阶段性的。慢慢的，为什么说是阶段性的？因为这个完美平衡是重量是一点一点慢慢加上去之后，都没有所谓的高低起伏的强烈，所以你们的相处应该情绪上是非常平稳的，生活上的约定、新计划也是非常契合的，一讨论上不会有什么摩擦，而是会有一种很深的去理解对方，而且还能够先行的去理解对方的欲求从哪里开始，而不会去做太多的为自己辩护，也不会做太多的去争论、辩论，或是那个自私的感觉很淡，在你们两个人的世界里，因为你们一直有一种协力的平衡的状态在。就像回到我刚刚讲的，你们会是一个常常存在于一种跟自己低语的那一个状态，只是变成一个具体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了。但是我不会把这一组讲成是你遇到了你的心理上的双胞胎。我从刚刚就是强调，你们像是一种强烈的绝对互补性。用数字来说，就刚好你们都有那50%在对方身上那一个必须有绝对的必要的东西，对方身上有，而且能够拾取，能够给彼此拥有这样。只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比较多的是你的身心灵，尤其是灵魂部分的需要，在他身上，他能够给予你很多。那至于他心灵上你需要给他的，好像是要在比较未来性的位置，才会慢慢的发觉，你会自己觉醒，原来从你的重要性里面发现自己能给予他的到底是什么。这边其实没有那么多讯息。我想是因为我们是观看的人啦，然后他会比较多的讯息是从你的角度去告诉你说他能给你什么了，所以讯息会是这样。我也是尽量把他那边你未来可以给他的尽量的告诉你。但是以主观第一人称的角度来讲，其实还是你需要什么这个的讯息给的比较多。反倒是他的这个未来性，我们把它放成是一种比较好奇啦，对未来一种好奇、前瞻性的，把它放在一种比较远见的方式去期待。那这边比较肯定的是，它是一个我
我可能要修正一下，他可能不一定是完美符合你现在所期待的那个人，但是你到未来会慢慢的发现，原来你的人生需要这样子的人存在哈。好，我们还有2张牌哈，我们来看一下更强的感知的位置是怎么让你们2个人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人的出现哈，这里回到一个比较现实面的问题。虽然你们2个的心理上的相处是非常合适的，可是好像他也凸显了你们的生活里对外不是你跟他，是对其他人。他这边强调了一种生存感，就是说你现在的生活可能有非常多的挑战，无论是工作上、生活上、家人上各种，你本来就活在一种非常多的挑战。可是你的人的性格上，选择1号牌的朋友，应该这边有在暗示着有比较多的人是非常有强烈的竞争感的。好，你们并没有在这张牌翻出来之前看起来有这么需要有人帮助，可是前面我们也把它封锁住了讯息。我们没有说你是弱势的，我反而说你已经觉得你现在很好了。那为何现在很好？很多都是你争取来的，你拼斗回来的，你在这个社会上努力生存下来所得到的成绩，所以你现在觉得你固守你现在的成就，这些都已经是非常好的，在这个人出现之前都已经非常好，所以我才会说，在这个人出现把你拉到一个全新的大世界里面的时候，之前你没有不好，你都已经很好，没错，都已经很好了。只是这一个人出现，从这边牌得到的暗示是，他反而很像你在这个世界生存，或是你的生命力的一种全新的、超强烈的、超高级的、ultimate 的，就是比较极限的大绝招式的来去给你注入一个更强的一个催化剂，或是让你 level up 的一种药剂。就是说，它的出现可以让你现在所有的能力，好像因为心灵上的一个全新的视野的开拓而增加了一级。白话一点讲，就是你现在可能有做一些小事业啊，工作上有一些小成就，或是你学业上已经读到什么位置，这个人出现之后，他会带给你一种多元的，尤其是心智上、心灵上的一个强烈的成长。你会发现，你好像还没有到你的人生的天花板，你好像还有更多极限可以挑战，或是它出现之后，你就已经知道你在突破极限了。那这边会说，要小心一件事，你要认知的是，你人生里面原本已经有的好的东西的极限的突破，而不是去追求一个你陌生的东西。其实这边讲更简单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要让你的事业在往上提升就这个人出现，他会有这一个带来你这一个新的决心这边要偷偷注意你要的是在你原本熟悉的领域上做突破，而不要就是说不要转行啦，不要在你不熟悉的领域上去做，它可能会归零。再一次，那它还有另外一个点，也是说，在你熟悉的领域上面做突破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开创性。所谓的开创性，就是你要觉得你有每次都有发现新的东西，你会发现新的兴趣，你会燃起你新的热情。如果你在你原本熟悉的路径上做突破的时候，你开始觉得麻木了，觉得无聊了，可能那不是一个很好的突破时机。所以在这个位置讲了非常难的东西主要是因为他这里在讲说，在它出现之后，你在心智心理上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高级的进阶啦。那这个高级的进阶需要理解的程度当然就会偏高。那它的出现是它能够让你理解跟更加的知道，如果你的人生要在更进阶的话，你所要做的努力不是更多，而是你要理解的是更高层次的。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非常难他讲说，你要在你原本熟悉的路径上做突破，可是其中又要发现新的成就感，你才要去突破，而不是只是为了突破，可是你在这整个路径上觉得麻木，只是为了觉得我要突破，可是你却没有那么强的热情，那可能那就不是一个突破的时机点。你可能要再等，你可能要再等你的心灵有更多的成长、更多的体会之后，你再去做突破。
他这里讲的是一种双面刃的感觉。这个人从我们前面看来，他带来了你新的内在视野的宽广之后，你会燃起你一个想要在你的人生里面做一个新的大进阶。可是他又要回到了你自己心里内在的审视，是你真的是想要进阶吗？还是只是为了进阶而进阶，可是内在的热情却是不存在的？那他会在这一个茫然点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小恶模式，那不如我试试新的东西。可是在这里所给的讯息是 no， 试试新的东西反而还不如先什么都不做，不要紧接等到心灵各方面跟着他去看到更多更宽广的世界的心灵会有一种自然的提升之后，自然的进阶之后，你再去具体的行动，看看在你人生里面熟悉的事业技能里面如何做提升。应该是心灵上先提升，然后物质具体上再去跟着去做，而不是这些东西你为了要提升去提升之后，心灵上却没有跟到。这个位置很难哦，但是这个位置呼应了一个他这一个人出现的重要性。所以我才说这里强调了一个双面刃，就是这个人出现，虽然看似在这边是一个绝对正念的角度出现的提升你的人生，可是他也在讲一件事情是否能够善用这一个心灵的成长，是否善用了。他这一个位置讲的是非常敏感的内在的直觉体会到的东西，如何具体的去呈现出一种跟你的现实生活有关的东西了。他这里讲的层次就比较高，敏感的就比较高，所以我希望我刚刚讲的这一个部分你能够听懂。那我们会做时间戳，那如果你觉得很难理解，你可以再听，你可以重复听看看这一段我要讲什么。好，这确实比较难体会，但是如果你听懂了那一个语言之间的一些差距，那一个细节，我想你如果有试着冥想，或者不要冥想，或者只是闭着眼睛去思考，或是把我刚刚说的声音，你不要听，你听完了把它先按暂停，让它在你的脑里成为我的声音，成为你脑里的一种回音，你让它自己消化，看它会不会浮现出新的答案。而这个答案是你自己内在浮现出来属于你的答案，而不是在我这些只字片语里面给予你某种好像我推销给你，我硬塞给你那个答案，不是这样子的。它一定会因为我说出来的语言，我说出来的句子，结合了你自己内在的语言句子，组合成一种新的领悟，在你内心里重新开窍的那一个才是属于你的。不要被我这里的语言，虽然我讲的很绝对，好像我讲的很有力，而就完全接受。当你在这个位置有不理解、有怀疑的时候，你就要跟你的内在的语言跟你原本的价值做一个新的组合。那这边的只是给你一个提醒，给你一个可能的方向，而不是绝对的方向。记得它有这个差距。好，这一块比较难，那我们就这里就先到这个位置就好了。来，我们再来讲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要讲的是说，你们两股能量，结合、融合、优缺点和解的位置所带来的一个未来性跟必要性，或是他在讲的是最白话、最简单的，就是为何让你们两个相遇，以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来翻这张牌。这边说啦，我觉得无论怎么翻都离不开一个方向，就是已经确定了你们两个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性，而且未来好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成功的点，好像有一个在山顶上的插旗，有一个旗子，你们两个要共同携手的，一起到那一个山顶上把那个旗子拔下来，属于你们的位置。这边有讲，这边又确定了一件事。那应该说，在你们两个相遇之前，你们都没有看到那一座山，更何况要看到上面有一只属于你们两个的旗子，在你们两个相遇之前都没有。但是两个相遇之后，因为前面的绝对互补性所产生的，发现你们的未来，你们好像长了一个非常明亮的内在，出了一个眼睛，看到了那一座山，看到了那一个两个人共同的未来的那一个方向，然后
看到了就想要去把那个旗子拔起来，但是你们无法各自独自的上去拔那个旗子，你们一定要一起协力的、互助的、和谐的这样子慢慢走上去。然后这路上需要有蛮多的，我们只讲心灵的，有蛮多的挫折、伤口，要互相保护、互相擦拭、互相治疗，携手携手的上去才能够达到那个位置。所以我们绕了一圈，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所说的你们未来有一个未来性，好像就是在这里说的，就是那一个山顶上的旗帜。他们已经看到了你们两个到山顶上拔那个旗，可是他这里却不透露，因为这里都是比较非常强烈、绝对正念的位置，他不会透露说，不会像这里是属于现实跟精神面结合的位置。他告诉你说，有啦，其实也没有像这里讲的这么强烈、绝对的光明，其实还是有一些苦难跟经历需要你们两个熬过，但是还好你们有同伴，你们有携手上去的彼此，所以只能说从这里讲，你们应该会忽略到这一个路径上面的辛苦，而是一直对着那未来性最向往的那个山顶上的旗帜，快乐的、幸福的携手上去。那些小小的个人内心上的可能一些挫败、伤口，其实好像不是什么问题。从这里总结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们好像终于在人生的心灵、灵魂上找到最重要的伴侣了啦。从这里讲，我们继续迷讲，其实是这样子的。好，这些都是比较抽象面的东西主要因为转来翻牌，我们就知道这里都要讲比较一些心灵的方向的因为这边更多的是宇宙的神秘力量，它讲的是一种趋势性的一些讯息，所以大概告诉你说，这一个人的出现我会把它诠释成是，我会觉得它比较趋向于你找到了一个你真正的 soul mate 出现。而且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甚至你内心的某一些需求、渴望、欲求，你心底都没有那个声音，你都没有意识到你心里有那个声音，在这个人出现之后却有了。原来你心里有在呼喊着某些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他帮你发现，而是他出现之后，你才知道你有那个向往。所以也只能说，这个人一出现，就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强烈的、很好的整个人生的新视野了。那这边也没有非常小的一些小注意的地方需要说，你们注意相处啊、个性上、脾气上什么，这边没有特别要讲这个东西，表示说这个方向，其实我觉得这边讲的你们两个人的契合度都大过这些小细节。对于你们两个生活相处的小细节，只用这张牌来诠释，可是这个又是非常强烈稳定的牌，所以它真的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反倒是这边有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是，你们在这一个心灵相遇之后的心灵成长，应该可以说大要进的这一段路上，真正要面对的是灵魂上的一些受伤啦。那为何会在这个心灵上会有一些灵魂上的受伤？因为当你越来越接近某一些神秘主义的真理的时候，会比较多的怀疑自己，因为你变得不现实了，你可能变得看太透了，你可能会开始责怪自己，你可能会看到自己的无能，所以会有很多的伤口，然后会有很多的怀疑，伴随着你有更高层次的思维。因为你看的东西更高了，相对的会有更强大的自我怀疑跟负能量会跟随着。它绝对不是一个像这里只有绝对正能量的位置，它这里是因为它所带的位置是绝对正能量，可是它并没有，只是说那一个负能量在这边跟弱点不会在这边出现，但是不代表没有，因为有都在这里。那我们是凡人，我们是从这里一阶一阶爬上去的，所以我们要先经历，才能够体会到这里的讯息为何这么说。所以我才说，在山头上有一根旗子，是你们两个必须携手去拔上去的。可是你们还是要经历这些前面我刚说的一点一点生活的相处，才发现彼此的协力、和谐状态是这样，所以你们俩才会成为一个灵魂上新的心灵的方向的一种重要的伴侣啦，一起协力的到更高的层次去获得那个你们两个需要共同的东西。好，那帮你翻，我看这里我帮你翻一下2张牌，看一下对于这份关系的一些天使上面的一些建议了，就是说
看他这里给的一些最基本的讯息要注意什么，可能会跟这里比较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它会比较生活面哈。来，一张，这张给你哈，这个给他哈。好，看完了这上面的这些，这是天使6哈，是莱拉赫尔哦。他这里呢，他这个天使所带来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治愈的光啦。好，我把它翻给你，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的相遇应该有蛮高一个层次是你治愈了他劳累的心灵啦。好，其实，在你们的这一个相处里面，其实我终于在这张牌看到了某一个他的需求是，其实你比他更懂得如何用爱去面对所有的困难与挫折，所以在这段旅途中，也许他带给你非常强烈的未来系的视野，跟把你从一个你以为的那个城堡里拉出来之后，你以为是他拯救了你，其实他可能不知道他找到了一个能够完美用爱治愈他心灵的那一份美好，就是你。所以从这边我们抽到，我看到他带别人的时候，我发现，也许这个人出现之后，你挖掘了跟开发了你自己如何使用爱的这一个全新的能力，难怪前面才会说你的心灵上有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了哈。原来在这里我们在其他牌面上看不到的，那我们这边终于揭示了哈。那这里还是会有一些在天使的角度里面察觉到你的弱点啊。我们来想，我看一下，有一些小小弱点需要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首先你内在有2个东西在互相折磨你哈，让他们更好像有一点分配到了你的黑暗面的各一半的部分。第一，你可能有某些自卑感，小时候所建立上的自卑感还没有治愈起来。那还有一个东西是，你小时候某些已经创造出来的优越感，好像带来了一些你的傲慢跟过度，有一种心态是过度优于他人的东西，在这2种自卑与优越感中间在折磨你。你会发现，为何你有些部分非常有自信，有些部分却非常自卑，你又补不起来这个自卑，你又无法把那个优越感拉下来，你找不到中间这个平衡点。好，这边有告诉你说，其实似乎你需要调整的是，不要因为你会把优越感来去补足你的自卑感，所以你在别的地方的胜利会去补足你在某个地方的失败。这边给的讯息是希望你不要用一种比较或是输赢的心态来去定义你自己啦。我这边给了一个小提示是这个似乎这件事情常常困扰你，常常困扰你，或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声音，或是小小的伤害你。你被伤害了，结果你却又从优越感跟胜利的感觉去治愈。可是其实你内在的那一种你知道会输的感觉，却从来没有被补齐。好像要用更多的胜利去补足几次的失败，或是小时候某种心理的创伤。这边说，都让它过去哈，然后放下更多与别人比较的心态。这好像是你这边在做的一些提醒啊。好，我再看一下这边应该还有一些然后这边也在说，有的时候你似乎有一种眼见为凭的态度在你心里不断出现，好像有些事情你必须要有一种你摸得到、看得到，你才会相信。这边好像在提醒你，你需要更多的是一种直觉性的，你心里知道它存在，它就存在，而不要你心里直觉已经知道它存在，你却要看得到、摸得到，你才要相信。就像你已经猜测到某些人的事情，或是你自己的事情，或是一些外人，你的直觉上已经感觉到说这个事情不可行、不该去、不该做，可是你又告诉自己说，还没到，时间还没到，我还没看到证据，我还没看到理由，也没有人拉着我，还没有一些具体的讯息出现，所以反正我就硬着头皮去做，把未知跟不知道、不一定当成借口而往下做。他这边要告诉你的是说，有的时候感官上面的证明没有比你内在的直觉性强，所以这边也在提醒，其实你内在有一种很强的水性能量的直觉，
在很多重要的时刻都大于你无感的确定。所以无感确定就是说，你一定要看得到、闻得到、吃得到、摸得到，你才要相信这些东西的存在。可是你心灵告诉你说，我们可以跨越跟超越这些东西，你就知道了，不需要那些哈。好，我想这里应该是这一个牌面上，我觉得可以给的比较重要的讯息哈。那从这张牌塔罗上的讯息，我觉得他也有在做一个新的提醒，就是如果你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先不要想太远，不要规划的太远，先把每一步扎实的走好就好了，然后保持内在有一股坚定的勇气。好，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但是这边有一个这个讯息，可能对于现在看1号牌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好，如果你没有没关系，可是这个讯息有出来，我就直接转达给你。好，这是给你的牌。那这张牌，我在跟你说这是给他的，可是我心里是觉得说是给你们两个共同拥有的牌子哈，所以这不是专属于他，这是属于你们两个的状况的时候要翻的牌子哈。来，我看一下，这是34哈，34是利哈西亚天使的位置哈。那它也代表了一些你们两个牌很特别了，你们两个的牌不管怎么翻都有非常强烈的金币能量哈，所以这张牌完全符合了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个天使所带来的一些讯息是，当我们感受到我们在灵魂上、心灵上要进化的时候，记得用力的追随它，不要害怕。不要给自己太多理由，说我不去挑战。还蛮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们两个的遇见之后，就会有一种身心灵上的非常强的一个进化。这边给天使讯息，好，牌面上的讯息讲说，要臣服于这一个进化的时刻，要绝对去接受这一个进化的时刻，好好享受它。有挑战要挑战，就努力的拿起勇气去挑战它。后，那你有感受到人生到了这个点，需要有大改变，需要做强烈的提升，需要去因为这个挑战而进步，就去，不要去拒绝它，不要去害怕它哈。然后那它有一个方法，当你发现这整个新的未知性出现的时候，记得让自己更有自制力，更有规律，更有纪律的去按部就班的走，就能够突破各种挑战。所以我们从这里在这两个讯息可以看来哈，我们刚回到这一个点，这里不是说他有这里所没有告诉你的一些黑暗面跟负能量，告诉说其实这个心灵成长的过程中还是有蛮多的伤口跟挫折，就这里找到了解答了。原来解答是，只要你们两个协力的找到有秩序的规律、时间轴、时间表，一步一步，甚至是这里在做这个提醒，一步一步的保持勇气的往前走，就能走到最好的位置。他这里有在讲一件事，就是说要好好的服从，好好的接受这一份规律，才能让你们的这个节奏走得更加的扎实。然而，这里有这么多的土能量、金币能量在告诉我一件事是。你们本来就是非常稳定的两个人和这份关系，一旦你们失去了这一个自制力、这一份秩序，它就会带来非常强烈的慌乱。而你们内在的能量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火跟水能量，而都是非常稳定的能量，所以不要让这些絮乱的情绪跟不和谐的状态来打乱你们坚定的往未来的那一个好方向、那一个山顶上的旗帜的方向走去。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有很多哈。为什么讲这么多？因为他坦白说，你们的浪漫哈是存在于你们两个人的非常和谐、稳定、有秩序的相处上，那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密不可分的情感跟黏腻的情感。好，所以他到最后，我们翻了天使的讯息，塔罗里面天使的讯息混合起来，才告诉我们说。原来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会达到一个新的秩序状态，也会去创造、去追求一种自律状态。那这个自律状态，我觉得它等同于一种很强烈的绝对浪漫状态了。因为绝对浪漫也是在坚守一个高品质的浪漫走下去，只是你们这边把它转换成是一种可能生活上的、情绪上的一种稳定状态，也是一种非常高领域。
高等级的秩序，好，或是一种非常高原则、高等级的原则，好，那总之这个部分，我再看看这里还有什么，这边也说，在路上应该会有一些沮丧啦，会有一些不安，沮丧跟不安会产生一种对彼此的不信任，小心，这可能是你们两个非常重要的罩门当不信任出现的时候，记得你们两个有非常强的土能量，代表什么？你们是能够聆听彼此，跟拿到台面上排列组合去找到问题，而且一起面对解决的。不要放在心里，不要被沮丧跟不安去扰乱了你们心底那个稳定的情绪。好，那这一组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人生里面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伴侣。好，这个人出现之后，那他就像我刚刚前面讲，他更像是 soul mate。好，他很有可能，也许啦，但我这边其实没看到，我只是把路在讲的比较没那么绝对性，拉开一点可能性，就是说，也许你们这一段是以一个恋人的方式相处在一起，然后人生走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可是你们后来可能不会以恋人的方式在一起，可以以家人，或是以人生最重要的灵魂伴侣的方式相处下来，也都有可能。可是这个人的出现会在你人生里面会呈现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出现之后，可能就再也不会离开你的人生里。他的声音、他的语言、你跟他的见面、你们的交谈，对人生未来的新方向，这个人可能都还是会出现主要还是我觉得，因为那个土能量连接的太密集了然后前面这两张牌又囊括了很多你们两个的未来，它包起来了，而且是一个非常肯定句的，下了一个很坚定的讯息说，这两个人好像看了一个望远镜，无论看你或看他，你们彼此的身影都出现在那个里面好，那大致上就这样讲很多1号牌的朋友，那很长那你可以回听，不过这边做一个提醒，如果你听了这么长，你并不理解所有内容都没关系，只要在你脑海里关掉我的声音，在你脑海里在循环成为回音的时候，有1、2句你吸收到，影响你，让你有一个新的见解，这样就好了。你不需要把所有的内容都听清楚才算有听到，不需要那再来，我每一个牌翻开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会有个时间戳的标记。你想要对哪一个地方再重听，你就去那边再重复听。记得一样原则是不用完全听懂，我们要听到的是否有关键句跟关键字，让我们自己自主性的开窍。这个才是重点。好，那就这样。1号牌的朋友，祝福你啦！这个人很重要，我们一起期待结合了前面我们看过翻过这么多的牌，我想它有一个重叠性类似的特质，在这个牌面上都会出现你仔细回想这个人那至于这个人何时会出现，我觉得我只能说这个人的能量算蛮近的，所以讯息才会这么满才会有一些未来性。如果这个人没有这么近，这个未来性的讯息可能没有那么需要被看到了。好，再期待一下它不会立刻发生，我只能先这样说但是它很近了。好，就这样。那谢谢你来听，然后选择1号牌的朋友，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那通常这个题目呢，应该那个恋人的距离都会很近所以我们就不会特别去看一下他到底多久之后就会出现在你面前，因为它就是能量非常近，所以我们能捕捉到的讯息就会非常的紧密好，来我们一样抽5张牌来看一下基底能量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再看看要不要把支线打开好，这张好，就这些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一样哈，五张牌都有不同，在牌阵上有不同的意义啦。它但是我们这里的五张牌，它并不是只是讲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啊、现实状况这些的，没有哈。这牌阵我们现在来讲，先从第一个位置，我们要讲的是一个非常深沉哈，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虚空位置的一个讯息。一般来说，这里不会去抽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该怎么说？它是一个连声音你大喊出去都没有回音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在很多定义上，它可能讯息是出不去的。但是为什么我总是特别要去挖这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们所谓那个遗漏的非常重要的讯息，那其中有很深的启示。我总觉得，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负能量有一些错过，有一些不在意，让这些重要的讯息就在我们身边，可是被忽略了。所以我习惯是会先把它找出来来，那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是权杖一。以今天的题目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讯息，而且是在这么深的位置我们可以把它解释在汪洋之中你一个人漂流，那你只给你一次机会，为你自己传达一份重要的讯息，而且主题就是你跟这个新恋人的相遇，只能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你会呐喊着什么？那他给的是权杖一，表示他在非常一种无助，就是说能量这个位置非常无助，非常没有回应，非常广大的一个汪洋中或是沙漠中这个讯息要传出去非常难，因为没有接收的人，没有听到的人，可是他还是非常呐喊的要把这一个讯息传出去的话，那表示这一个讯息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那他给的讯息是什么？你们相遇之后，确实是有一个全新的火焰能量，全新的生命力，在你们两个关系接触到、相遇、认识的时候会重新燃起。那他讲的是什么？表示他有可能带领你跟他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还有一个意思是，可能你跟他都会在这一次相遇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跟自己在进阶，有可能会区别于你之前的恋情，跟你之前的恋爱经验。通常我会觉得火能量的初始点，更像是重新点了一个蜡烛，重新点了一个木材，重新点了一个火柴，重新使用了一个全新的燃煤。它前面没有相同的经验，它是一个全然全新的经验，重新被触发。在我这里是这样。那他这里如果要在这个虚空的空间里面，只选择一个讯息，他却选了这张牌，那就表示他应该希望你好好的把握，跟好好的鉴定、欣赏、体验这一个新的人的到来，因为他毕竟里面的底层的声音是在告诉你说，这一个人跟以往是截然不同的。也有一种讯息是在说，你这个人跟你以往的经验不能相比，也最好不要拿出来做比较那我想这个讯息还算蛮淡的，我来帮你翻一些支线的讯息，看它会不会衍生出这一个讯息里面的一些小杂音或是他在呐喊的讯息想要传出去那一瞬间的时候，有一个爆发的关键字或爆发的讯息，会连同的这个讯息一起被带入我们来翻一下里面的底层讯息有什么。除了让我们见识到说这个是新能量的起来之外，还有什么？又是一，火能量加强一，如果是宝剑能量的话，那它加注了权杖一的能量中带了更多的鉴赏力、创意、好奇心、期待感。也就是说，应该除了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力之外，让你人生进入全新的阶段之外，你还会发现，你自己都非常渴望往下挖掘、往下行走。你也自己非常的渴望这一段新关系后面的发展它不太像是一个只是替代品，
一份爱情的替代品，一份旧的爱情的失败的重复的拷贝过后的一个替代品，它不是。而这一个认定它不是的这一个觉醒跟这个念头，是你自己都会发现的。你会发现说，你有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更想掌握这一份新的感情。这边有。那我们从能量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全新，所谓的新发现来说，你有可能会在这个新恋情开始的时候，会想要去学习、提升、创造一个更好的自己，在自己身上已经有的特质去添加一些新的。那我们从一个比较物质的生活面的来说，就可能是你会希望你有一些标签，有一些头衔。我们要往正面的方向想啦。所有的标签就可能说，你可能以前运动不擅长，可是你现在希望在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会认为你现在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运动里面可能有一些新的技能，你开始学会打排球了，你可能参加一些排球队，社会的排球队，或是你参加羽球队，你每个礼拜会去参加羽球的团体活动社团，然后在你的朋友或别人的眼中，你有一份新的样子，你会想要创造这个。那这只是运动，可能还有别的啦。你可能会去想一个新的技能，想要去学烘焙，我常常拿这些来做比方哈。那有可能你想要去学一些救生员的训练，或是急救的训练，反正就是会加注在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新身份了，在这一段恋情出现哈。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主要是因为这个人，我发现他如果用这2张牌来带的话，那他一定是有一个影响力嘛，表示这一个人的出现，他可能带来的特质是，这个人应该有非常强大的行动力，对于好奇的事情，对于新颖的事情，对于未知都充满了好奇心，更有具体的行动力。那你会跟上他，他所带来给你的影响是，你会发现，原来我的人生还不够忙。那这个忙并不是那种辛苦的忙，而是那种不够忙碌、不够充实。原来我还能做很多事情，我想做，这跟劳累无关，而是你心里的澎湃跟那个丰富性，你觉得没有到达你没有，就是说你认识他之后，你才发现你可以到达更远的地方啦。但这里也有一点点的反省，是可能你之前的人生有在积极的态度来比较的话，算偏懒惰或是偏悠闲啦，并不是说不好，而是其实你因为他而发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冲劲、动力、生命力可以使用。你会被这样子的一个全新的新的启程、新的起步吓一跳，它有可能会在某一个角度否决了你对于年龄上的限制。你会发现年龄不重要，你会发现你随时都可以成为一个全新年轻的自己所以这个人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我觉得因为火能量很强，在这里火能量很强，它在虚空的位置所代表的可能是这一个非常深渊、非常黑暗的世界里，你还能够看得到的那一个光亮的亮点。而那个光亮的亮点就像一个小小的烛火一样，它无法照亮周围的东西，但你终究无法忽视。那这个感觉就像是这个人出现在你生命里的一个感觉。他有可能在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正在处于一种人生的迷惘中的时候，这个人的出现很像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亮点、小火把，可是这是你期待已久需要看到的。那你跟他相处之后，你会慢慢的接近他，你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个亮点，他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内在能量在澎湃的燃烧着，只是你本来离他距离太远，你看不到看不透，原来这一个指引你导引你的能量是一个你未来会爱上的人，能跟你恋爱的人，而且是能量上是非常契合的人。好，这边我确实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启程啦，而且是你的未来性的。通常在这个位置，我们都讲比较前瞻性的、未来性的。
那他们是在共识的时间上是属于比较偏未来的遥望的位置，它比较像是一种从宇宙里观看你的人生，知道你在什么阶段，知道你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成长，可是它无法破梗。那它的限制是只能给一点讯息，要让你自己领悟。那我这边帮你告诉你，就是说，你将会有一个新生啦。但是触媒点、触发点是什么？就是这一个人的出现哈。好，那还不错哈。这个人的出现，不只是带来一种恋爱的幸福丰富感，而且还对你的心灵成长有很大的助力，帮助的助。然后，它算是你的一个领导能量。目前看起来是一个领导能量。我这边一直的画面就是你跟着他跑，你追着他跑。并不是爱情上是你要追到手的追，不是，而是你们相处的时候，你会一直很向往他这个行动力，他具体的往前走，他不时的会回头看你，想要拉着你，想要带领你一起去，他不会抛下你，然后可是你自己内在有更强的能量，是你要追上他，不要离他太远，这就是你们两个的爱情的第一步。我这边所看到的一个具体的。好，我们把抽象的能量的样子，把它形容一种比较拟人化的具体的形容，是这个状况哈。所以，好，似乎很值得期待，都还没翻到牌，我就觉得这组牌2号牌的朋友比较不偏向被动，不偏向你像被动被追求，你被动的被维持这份感情，而是你自己内在有非常强的力量，我要跟上这个人，我要与这个人为伍。好，来，我们再从这个位置再往星空里面去看一下讯息的走向。又是权杖火能量，而且这里告诉你说，除了这里所告诉你会到了新的阶段之外，连进入新阶段的这一条路的路途，似乎都已经铺垫好了。这条路上会看到非常多的美景，会有非常多的人的祝福、认同、赞赏、欢呼、支持，表示什么？从未来的角度来看，你们的关系是被歌颂的吧？我可以说这是被歌颂的。然后从初始的能量到未来性能量，只有一步一步的在增强当中。不能说完全顺遂，但是以一个大的宏观的方向来去直接简单的定义你们的从现在开始遇见之后的未来，似乎没什么问题，而且还有用之不竭的火能量正在慢慢的往上。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们的相处会越来越有热情，反而不像很多人相处之后就变成淡掉了、冰冷了。没有，你们还会逐步的找到新的柴火、新的燃料、新的能源来去促使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走到更有趣、更有开创性、更有能量动力去好奇整个全新的世界的这个基本的火能量会越来越澎湃。所以这组比较像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组，它算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组。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可能会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更多的想要去参与更多的群体、更多的社团，还有更多人的一些冒险。这样子，我在这边一直看得到，因为你们两个有一种对于未来的挖掘性跟好奇心。你现在没有，但你遇到这个人之后，你会慢慢会有哦。然后，因为你们会一直这样子，发现你开始认识更多的人，认识的世界也有更大，往外这样。那这个情况跟1号牌有点像，但是还是有点差别。如果你好奇，你可以去听看1号牌，有类似的情况。好，只是不一样的位置是1号牌的整个能量是非常平稳的，节奏也是非常慢的，无法加快。可是你们这里有一直在不时的在吹油门，在加速，在 turbo 往上冲，还不错。因为何这样子的往下走，并不会力竭，并不会累下来，主要是因为你们旁边还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同好，有很多的共同的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出现？表示
你们所开创的世界，让你们的人生在人际关系上面似乎也有一个丰富性的提升。因为我在这张牌看到的是，从这个宏观的角度往下看，才发现你们不是两个人总是独处，而是我们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人在交换着，在每个阶段会出现全新的一群人在你们附近。这边也有一个是，也许你们会变成大家口中很重要的人，游历很丰富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从一开始就说你会一直想在你身上添加一些新的标签，好的那一面的头衔，所以应该在认识他之后，你们两个会一起想要去挑战很多的比赛，想要去做很多的考验，并不是要证明给别人看，而是知道自己内在有很强的能量可以去做。就像我刚刚讲的，年龄会被你们淡忘，而是那个内在丰沛的火能量一直在燃烧，你无法停下来，你不想停下来，再加上这个人在旁边成为一个陪伴，很难停下来。因为什么？太有趣了，这边太有趣了哈。好，那么我们从比较遥远的讯息是讲，那我们回到比较真实世界现实的讯息来面对一下，该要遇到的真实世界的环境应该会怎么样哈？我们从这么遥远的、神秘的、比较缥缈的，我们再回来，我们直接回来追真实生活的那一面，看他们说哈。然后直接又给这组牌的连贯性很强哈。在力量牌出起来之前，我是不是一直告诉你说，你们这里的火能量在宏观的角度看起来就是一个用之不竭的能量，它就是一个底下一个非常强的能量一直在支配你们嘛。那它已经用不完了，你们两个还互相扶持、互相 support， 结果这边才发现说，这份能量已经具体转换成你们生活里面那一个无法停下来的力量，它已经不是能量，它已经是个力量了。我们在翻这张牌之前，我是不是才刚说，你们有一种不想停下来的能量？结果它早就已经转换成一种力量。说好笑一点啦，你们两个相遇之后，反而会比现在更忙，但是不是忙碌于工作，而是你们会把时间用完，你们会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生命力突然就燃烧起来了哈。我们可以把力量牌当成是一种实践下去的一种动作。就像你想要跑步，然后你会去跑，然后这一个很强的这个念头，算是这个内心的心理上的一个很强的力量，你就是要跑，你就是要跑马拉松。然后，可是很多人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念头，强而有力的念头要去跑，可是他们没有很强的火能量去支撑他们去维持一个长时间的训练，维持一个长时间的坚持。可是你们有，尤其是在你们两个人有一点累了，想要休息了，想要偷懒的时候，就另外一个人就会带领另外一个人，或是 support 另外一个人，再往前冲，再往前冲，受到鼓舞。无形间，两个人的扶持、支持，推动了两个人不知不觉的成长。然后你们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不一定是运动哦，是各种内在或是挑战。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想要找一个新的头衔，在自己身上学到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就这样子不知不觉，你们变得越来越强。但我想把它转换成是变得越来越有趣，你们的人生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有趣。加上又开始认识很多的人，这些会带来全新的挑战。你们会在认识更多的人的时候，听到别人的故事，然后你们两个在别人的眼里，你们就是一组，就是一对。无论怎么思考，大家就觉得你们两个永远分不开，然后认为你们两个是能够协力在一起去挑战整个世界的这一组人，受人欣赏。而且似乎我在这边看起来非常多年，这份力量都不会减弱，而且还一直有逐步加强的感觉。那它这代表了这一个新恋人的出现，让你们两个有一个很强的凝聚力，而且这也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一份浪漫。虽然这里水能量非常偏弱，即便出现的水能量，还是出现在一种太阳雨的状态，有点像是大热天喝了一口水的那一种水能量。它不是情感上的，它是一种补充，它是一种清爽舒适的水能量。虽然水能量在，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一个两个人的相处，两个人
紧密的生活在一起，可是它并不是一个简单普通的生活，而是两个人对于生命力的使用的一种欲望，好，在两个人相遇的时候会越来越增强，然后这个就是你们两个的感情会越来越甜蜜，越来越浓烈，越来越靠近了。这就是你们两个人哈。你可以，我们这边不直接觉得是星座，但是我会把它拿星座来比喻。也许你认识一些火象星座的人，有什么牡羊啊、射手、狮子这样哈。我们这里不是只是指定这三个，我只是说这组的状态会很像两个火象星座的人在一起。好，如果你看2号牌的朋友，你的星盘里面有火的能量，火象星座的能量，他可能会在这一段遇到的时候，两个人的火能量会在增强、在爆发，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哈。但我们排除掉星盘，我只是拿这一个来比喻，告诉你说，你们两个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刚刚在大概10分钟前，我是说两个会变得更忙，好，因为你们对于生命力的体验变得有一点点贪得无厌了，有一点点欲望满足不了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正念的方向，因为你们感受到很强的生命力，就会体验更多、丰富更多哈。那为何不是你们自己一个人就能够实践它，就能享受它？因为少什么？少了一个伴在旁边看着你，或是你把内在的心情、快乐分享给一个特定的人，因为这个人会有 feedback， 会有很好的回馈，你会知道有人看到，你会知道这不是自己孤芳自赏，或是自己一个人自嗨自爽的状态，你会知道你身边有一个你爱的人在第一线肯定了你，其他就不重要了。这个过程你可能也不需要这么多人的肯定，可是有这一个重要的人肯定的时候，你也肯定他说，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并不孤单了，而且又有这么多丰富的事情做。好，这就是你们两个维系的很多。我在这边看到的非常多，底下有一种非常强而有力的能量，把你们两个牢牢的捆在一起。好，在相遇之后，那这边还没有出现一些你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的状况。那讲到这里，我突然好奇了起来，好，说我帮你们翻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你们两个第一次遇见的时候的一些特别的情况哦。翻这里，一般来说讲到这里，我是觉得已经很顺了，已经不太需要特别去花时间抓这么细的，就是你们相遇的时候状况。可是因为我好奇了起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一个非常强的火能量在支配你们，在支持你们两个人。我反而好奇了，你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是怎么发现彼此对彼此有这么深的感觉，或是也许第一次没那么有感觉，可是在细腻的聊天带领，或是你参与他，他参与你，他跟你介绍他的人生，他跟你介绍新的世界，这个突然说，这个段落的时候，你突然产生了非常高度的兴趣，然后是你心里内在某些讯号被引发了。好，来看一下，一张翻2张哈，又是斗火这一组哈，怎么翻都是强大的火能量，而且逝者气势都出现了。那他这里就说了，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强烈的火花爆发起来。哦，他没有特别指定说是外在或什么，可是就是你们两个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2个火能量爆发。你看这边又都是火能量啊，我刚前面讲了星座各种都是，这一组就都是，所以你们可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非常谈得来。好，然后两个人的状态跟那个兴奋的感觉，会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直接爆发开来，很难阻挡，很难停下来。你们第一次就会，那所以证明了我对于你们见到面的时候是否会有一些错过或什么，这个担忧是不存在的。哦，我只能说啦，会很开心，会很兴奋。那其中因为这里的宝剑牌带来了一种很深沉的好奇心，它会成为一种你没有察觉到的好奇心。你以为
那个是水能量的喜爱跟好奇这个人，其实不是，他是风能量的，他是絮乱的，他是多重的、多方向的、多主题的对这个人的好奇。所以这个反射了什么？这个人反射了他的丰富性，所以你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所以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太有趣了。为什么他讲的世界，他讲的经历很多我都没听过？为什么这些我没兴趣的，或是我没听过的东西，我本来都没什么好奇，怎么他开始讲了之后，我就开始产生好奇，我也想去学，我也想去体验，所以我才说，你才会有一种追逐的状态嘛。这就是你们的浪漫。尤其他不会忽略你，他会回头看你这件事情最浪漫了。好，那现在再次证明，你们两个相处之间的火能量比我想的再多很多，所以这份关系从认识到后来会跑蛮久的，会跑蛮久的，也许会一直就这样持续下去吧。好，来，那这个部分讲完了，我们来讲一下你们两个相处的结构，或是你们两个是否在磁场上面，或是感知很深层的直觉上面，是怎么发现这个人在你面前，然后你很在意，我一定要跟这个人认识，我一定要跟这个人讲话，我一定要追上这个人。同样的是，他那边也会有这个方向。宝剑七非常特别的角度，非常特别的角度，他有一种拯救心态，他有一种好像要为你排除所有困难的感觉，你也有哦，你也有一种不想让眼前这个人孤单的奋斗人生的感觉，会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一种非常强的直觉在内在。也有一种你想要照顾他，他想要照顾你，而且是唯一保护的概念会在你们脑海里面跑出来，互相的。那通常这张牌我会觉得是一种排除感，就是就说你会非常想要，因为这张牌的那一个它这里有一个牺牲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深层的一个牺牲感觉。很多人会在这张牌的时候会想到一些诡计、小游戏、小手段，可是因为它这个火能量的连续，我觉得它这里的关键字跟它在的牌位，因为它牌位有牌阵上的位置在讲的是你们两个的中间一个很强烈的联系，所以这张牌七宝剑七出来的那一个小技巧、小手段，我都会觉得是一种毫无保留的牺牲啦。对我来讲，这张牌会比较像倒吊人的一种很深层的内在意义的转换，它比较会像是说，有点想要不择手段的去跟这个人在一起。那它的好几个层次就是保护这个人、维护这个人，或是当然也有一些小小的小奸诈，就是我要得到这个人，这是你们内在一个很强的自觉。但是我觉得它混了非常多的状态哈。他没有那么邪恶，他没有那么的奸诈，没有，那不是那个小能量。在这里他不是那个小能量，因为你们的能量有很强的火能量，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比较粗鲁的、比较纯粹的，要为这个人做很多事情的那一个很细的概念。而这个很多事情，并不是只是全然的正能量。它有很多种，有正负能量混搭在一起。因为我刚刚说这里有一个很粗鲁的、很粗线条的，想要去保护你、想要为你解决事情的这一份直觉，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会成为一种比较鲁莽的、盲勇的状态，在你们俩相遇的时候就呈现在心底。所以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火能量的状态爆发里面，就有一种你们是彼此的一种潜在概念，在你们两个人火花里能量的交换里面，我觉得达成了第一个共识，达成了最前面的几个共识，不要把它弄到第一个，就是前面最几个数一数二的共识就在前面跑出来，很奇妙啦。你们很早就会发现你们是一国的啦，一国的，很特别。这张牌它太早出来的话，
或是在别的位置出来的，我就会觉得你们可能是勉强在一起。可是因为他前面已经有这个轮廓了，再到这里，我反而觉得它是一种你们内在的一些小奸小恶被转换成一种很强大的我为人人的那一种牺牲感，但是也不是真的为人人，而是只为你，你为他，他为你这个状态。有一点点梦幻，有一点点中二，就在你们中间起来。那是因为那个火能量的燃烧往那个方向走去了。好，就像这张牌有很多种手段，有很多种自己。为了保护这个人，为了讨好这个人，为了要一直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们其实可以变很多的样子。可是这个样子并不是用来对付彼此，而是两个人同仇敌忾的对外去反抗。我就一直说，你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有一种我们是一国的概念，很早就会出现了，所以你们的敌人就是共同的，然后只是会交换、会变换自己的能量。我必须说，这组并没有说你们两个是一样的人，你们是不一样的人，但是你们对于未来人生的那一个方向跟向往，跟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触发的那一个方向性的行动力，就在你们相遇之后，变成一国的时候，变成一队的时候，同步了，方向一致了。所以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对于理解世界的时候，为了保护彼此、防御世界的时候，你们会有出很多不同的点子做交换。然后有的时候是你出头，有的时候是他出头，有的时候是他出手，有的时候是你出手，会这样子做一种交换。也许你们没有办法互相学习、互相补足，但是你们会有一种轮流，会有一种直觉，知道说这个时候我的想法比较重要。这个时候我该提出我重要的意识意念，这个时候我该执着，这时候他该休息，会有这种你们搭配的很好，这就是一种很强的默契了。好，所以如果要用一个比较好的形容，我觉得你们有点天生一对了，但不是那种双胞胎，可是我觉得你们有点天生一对了。好，会很像你小时候两小无猜的感觉，好像跟某个人怎么样都很契合的那种最 pure、最天然的、最早的那一种好朋友的感觉，在这个人身上，在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这个感觉就会非常的明确哈，会明确，会很清晰。好，来，那我再补充回到这里哈，刚刚少讲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绝对的光能量、光明能量。那它已经非常强调是非常光明能量，就它又出现权杖六，所以表示你们两个人走的未来那一条路是一个阳光刺眼的路，然后却可以走得很安稳。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当你们两个相遇之后，后面的路没有什么太多的阻碍了。主要的关键点还是在于，因为你们有彼此了，所以你们拥有彼此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人身上，你们拥有彼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心丸。而且可以让你们认知到什么叫做人生里面最强的正能量，最强的正能量。好，来，我们再来看的是，在所有的能量、欲望、想法，无论是神秘的，无论是物质生活的时候，具体集合起来的，在你们两个中间的是什么？你看，是金币石，是一个非常安稳、有方向的、扎实的。可想象的一个未来，而且你们内在核心的那一个安定能量会超乎你们想象的稳定。你看这样走了一圈，火能量、宝剑能量做一种融合。火跟宝剑能量，我觉得这两组呢非常难融合，因为它是一个火，一个是风，它本来就很难融合。可是，在这个逻辑上，发现说它好像可以并驾齐驱。你们可以在炙热的热情之中，又受到火能量的编排、火能量的秩序的控制。风能量 ，sorry， 反而这里的风能量并不是一种絮乱的风，而是一种调整你们两个内在火能量的一种秩序。那因为这样子相乘下来，我们绕了一个漩涡回来到核心，结果却是金币石，表示说这个风火能量融合的非常好，结合的非常好，安排的非常好，工作方面安排的非常好之后，才发现你们能够达到完美的幸福方向的位置。好，那这边也说了，因为这一个位置有所谓的和解，也就是说从四方
能量，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特质，在长久的相处之后，搭配了非常强大的热情耐力，就像我刚刚讲的，能源非常够的时候，你们在各种问题的和解上却达到一个完美的值，而且是在这么稳定的位置。它这里就像是在这里打了一个钉子，在这里打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锚放进去。这边现实的形容就是你们两个有意见不合，也会有争吵，也会有斗嘴，也会有方向不一致的时候，可是似乎都能够轻而易举的达成共识。所以这边也在讲说，未来这一个人，你们会勇于的去表达自己内心非常真实的那一面，那这是非常难得的。真实的那一面表达出来，好坏习惯、好坏自我都表达出来之外，连意识上、意志上的想法也能够清晰跟直爽的表达出来，之后还能得到非常好的共识。做错事了能立刻被原谅，做对事了能立刻被赞赏。好，两个人一起走错了方向，两个人还能够一起和解，对世界和解，对过去的自己和解。这是一个充满，只能说你们两个人相处里面，内在核心是充满了高度的善意啦，尤其是原谅别人、原谅自己，更重要的是原谅自己这一部分。哦，他不是放过自己，他不是严以待人，宽以利己，不是这个概念，而是你们对于慈爱、原谅、慈悲的领悟力比别人深，然后也不会对自己太过苛刻。虽然这边很多调整问，可是你们对于错与对、得与失比较佛性，比较接近放下，很容易放下，不会只是把一些杂念或什么只是放着。有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说，有很多过不了的关或什么想法，我们先放着，之后再解决。可是你们这一组，当两个人遇见的时候，有伴的时候，能够内在能够非常被理解，还更深一层的知道怎么去支持彼此，达到原谅、慈悲、放下的状态。其实你们两个的相处会让你们体会到人的生命跟生活中有非常轻巧、轻盈、悠闲的状态，所以才会说为什么我们从这里再往回看，才看得出来，我才看得出来说，原来为什么可以给你们两个人这么炙热的火能量，然后又给你们非常有秩序的风。为什么？原来是你们两个人在相处之后内在的心境。讲有趣一点是偏佛性一点，就是说很平静。就像我刚刚讲的，得失心不会非常剧烈的上下摆动。他这个也在提示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慢慢会有很强的悟性去理解生命，从生活中，从金币生活中的稳定。慢慢的看破看透生命在你们的人生里是什么样子的位置，也难怪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从这里就有，我不是就说了，你们会发现年龄不重要，原来是后面你们理解了生命才是整个人生的核心吧，什么是生命，所以才会想到在这么肤浅的位置我才会说会有一点想要给自己一些标签，给自己一些头衔，看起来肤浅，可是原来是因为你们知道，生命是需要诠释的。而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东西你不能自己觉醒？可以，但是好像这个人出现之后，有一种加成加速作用。为什么？因为有人听啊，有人看着，而你有人可分享，有人可诉说，还有 feedback 回馈给你，好像一切都变得生动有价值。好，那还好，中间出现了金币石，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一直在跟你讲的过程中，我有一点点担心。其实我在翻这张牌之前，我已经想要先给你们一些小警惕，就是会不会这份炙热的爱会烫伤你们自己这个火能量，因为你们可能控制的不好，风能量不一定是 always 在那里。
你们能够就是说这张牌翻出来之前，我还在考虑说要不要告诉你们说，你们要时常的去想，你们能不能成长到去维持这份能量的恒定，永远都保持这样，才可以让你们往下冲。为什么要一直恒定保持这样？因为它还在不断，火焰还在不断的燃烧。当我想要给这个建议的时候，结果翻出来是金币十，看来我的单欲是多余的。原来我们还没有看到你们两个相处之后的内在心境是如此的平静平稳，好，达到一个很强的协力状态了。所以我说这组牌跟1号牌很像，1号牌也有达到一个协力状态，可是整个形态是不一样的，进入平稳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好，一个是本质上的，那一种是结合之后才发现的。好，看到这边其实我也蛮放心的，你们各方面相处什么的，哈，时间上来说，比如说今天的题目就是非常近了，哈，只是需要一些很特别的状况出现，我们通常都会说应该就是朋友的介绍或什么。那这组我觉得更接近是从朋友圈同才就是交际里面遇到这个人。那可以放心的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会非常明确的知道，因为他这个火能量很强。那个我都已经担心他会烫伤了，你就会更加的明确感觉到这个人的出现，这个就可以放心的让他自然的出现哦。好，那这2号牌是这样，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使塔罗里面哈，我们来捕捉一些天使的讯息哈，来。给2张，一张给你，一张给你们，好，给你一张，给你们，来哈，来，我先看这张，好，放这里好了，这张你哈，这张给他哈，我来2个分开讲哈，让我想一下，这一个是31的哈，11的话是天使勒卡贝尔哈，勒卡贝尔他本身啦哈，就像这里讲的，他也是一个金币8哈，所以他也是一个稳定的人。我觉得他有在搭配这个的未来性呢。那勒卡贝尔也在提示一件事情说，你们会在完美中发掘其中的不完美。而产生了各种很深的怜悯、很深的慈悲。我觉得这个你们反而不用学，因为这里就已经告诉我说，你们已经有这个本能了。你们会去接住你们所追求的完美中的不完美。你们内在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好吧，我知道会这样子，我知道我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我就已经知道它不完美，但是我把追求完美当成我的一个动力。可是我心态上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去接住一切事情都不如自己所愿。这心态上是非常柔软跟健康的。这里虽然在提醒你，但是我觉得多余了。感觉上你们2个在相处之后，就已经有非常强韧的这个心境了哈。那我想这里又在翻，可能是在告诉你，如果你现在看这组牌的时候，你没有的时候，是否要开始学习、开始体会这一件事情？它比较像是我们翻塔罗，比较像是他偷偷先说了，先破梗了。当你遇到自己觉醒，当你发现自己能够接受不完美的世界的那一个兴奋感跟那一个洗涤的感觉，你原本应该在看牌没有看牌的世界里深刻体会而感觉到那个喜悦，结果翻牌的时候先说破了，等到你真的遇到的时候，你会改变成一种我已经知道了，我在等着这个感觉来很久了，是不一样的心态了哈。那这边也在说，追求完美的过程里，也许你会变得比较挑剔，你会变得比较完美主义哈，也会开始有一点极端的精神洁癖，也会慢慢出来。在这边似乎说，你会在首次的发现完美不如你期待，然后你要伸手去接的那一刻，真实的体会到自己的极端了。好，那这个是必经过程，它就是一种交换。
就像勇气的定义一样，勇敢的定义一样，你没有害怕，你无法衬托出或是反映出原来自己的勇敢。那这一个追求完美，这个不完美，追求完美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完美出现了，你才会映射出自己的精神洁癖，自己的极端完美主义。那它不是要你做选择，而是要你知道，原来你接得住不完美，并不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不完美，而是你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去接着它。好，那这个训练，这个过程会让你得到什么？你会发觉自己的灵魂的柔软度超乎你的想象。那就是这张牌给的一个启示。那因为它带来的是金币8的能量了，所以他也在告诉你说，这件事情没办法一触可及，它可能要慢慢的磨练出来。所以也就是说，你可能会经历很多次的追求某种事情的极限，或是某种你以为的完美世界，可是只得到了很多的缺陷。那在这几次的释怀接着之后，你原本理解世界本来就这样，但你没有这个深刻的经验。那在这里之后，有深刻的经验融入到你的骨子里，你就会知道说，原来牌面讲的最后的这一个比较佛系的、比较平静的这个强大的内在灵魂，原来是这样子成长而出现到这个程度。这里是单单对你自己了。但我想这个旅程这个过程，对方也会跟你同步的去体验。在一个大时间里面呢，都会体验，可是先后顺序的问题啦。那这边先说破了，只是告诉你说，你已经知道了，不如你现在就敏感的去审查，看看自己。但要记得，金币8的意义在于没有这么快哦，它是要慢慢的打磨出来，可是会给你等价的收获。不用太急，该给你的会给你。那再来，这里是卡利尔哈，卡利尔的能量里面带来了一些正义派的能量了，所以就符合了这个金币8能量，该给你的就是你的，而什么是你的会经过高度的审核。但我这边翻的是给你们，所以这边会讲说，你们两个的努力，你们的协力，你们的这段旅程，这个成长旅程，达到了这个内在非常强大佛系的平衡的平静的这个内在之前，你们会得到你们该得到的，而且是在高度衡量确定你们该得到什么的旅程中，会一个一个慢慢的获得，一个一个慢慢的成长。好，那只能说尤其啦，这里卡利尔却又再符合我刚刚讲的。卡利尔他这边有一个天使的讯息是在说，种什么瓜得什么果啦，种什么豆得什么豆啦。卡利尔是一个非常正义的，在这个天使讯息，它是一个非常正义的，这边正义也是说破了啦。那它非常符合正义牌的讯息啦，也就是说，该给你的并不是一种随机的，也不是一种分配的，它是一种慎选的、认真的选择你们该得到什么的。所以从这里我们要反射出来，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前面一路看火能量、风能量，找到自我，中间有一些争吵，然后找到一个平静，这整个过程，请尽情的去发挥，请尽情的去追求。因为整个宇宙会有一个很强的力量在帮你们审核你们该得到的东西，就怕你们没有尽情的去想要，尽情的去追求，尽情的去好奇。我必须说，在主牌里面，好奇心驱使你们往未来走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能量哦。它更关键于火能量所带给你们的那个动能。它这里有更强的是去挖掘、去开拓你们想要追求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这里一直在告诉你们的是，
你会从最表面、最肤浅、最浅层的概念里是说，我想要找到某个头衔，我想要找到某个标志给自己，新的，我以前没有的，我没有好奇过的。那这个东西除了会从这一个人带来给你，就像我刚刚讲的，有很多你没有好奇的东西的，什么很多为这个东西怎么突然间就非常好奇了，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这一个风火能量的结合与调节之后，你会有这个新的意识出来，然后才会再到未来比较遥远的进入了金币10，然后这个过程中有这个真意的审核，有这个金币8的审核调节，这样。它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流程，那它这个时间拉得还蛮长的。所以以今天的题目来说，新恋人已经抵达来讲的话，表示你正要准备迎接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庞大的旅程啦。总之我们把它回到最肤浅、最简单、最白话的精神面来说，就是好好享受这段旅程，好好的开发自己。当有人陪在你身边，有人欣赏你，有人可以跟你对话的时候，尽量的展现自己的正能量的欲求，尽量的去追求更多的挑战，不要怕，因为你不是独自一个人，这里已经告诉你不是独自人，还有一个人可以在心意灵魂上面跟你做一个很正能量的交换。记得从最遥望的宇宙的能量告诉你，这个是非常绝对光明的能量给的讯息哦，它给的是这条路是一个康庄大道，是一个好走到不行的路，是一个明亮到你眼睛睁不开的一个未来，你们可以走的好路。把这里都说破梗了，所以就尽情的去发挥你们对未来的想象，你对未来的挑战，这样。那现在这个人还没出现前，你已经这里被说破了，那你是否也可以开始调整自己的心境？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开始想想，就算这个人还没有出现，或是就算这个人没有出现，原来我内在有这一种对未来的新的好奇的挑战能量，在内在慢慢的酝酿出来。只是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更加加成，更加的激励，让你们这个节奏能量很大很庞大。可是他并没有否定掉说，这个人没出现，你就不会有这些。没有，这是因为你内在这些潜在能量，会因为这个人出现的时候被大大的引诱出来。那如果没有东西，就没有东西可以引诱出来，可是表示内在有。所以呢，我们最后要回到，无论有没有这个人，我们能够如何看待自己、爱自己的角度来说的话，你会发现说，哦，原来牌面上已经说破梗了，原来你内在有这个全新的好奇心跟对未来能量的挥发挥。我一直跟你说，这个能量是双倍的，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加成，表示如果没有他，你自己也有。如果你已经意识到这个的话，那表示说你现在就已经可以强烈的去追求任何你人生上想做的挑战，想要给自己一个新的标签，这些东西似乎也不需要等待它，你就可以先做。只是它出来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你能够做得更好。也许他做过了，他做过类似的事情，他可以给你更好的角度、更宽广的意见，或是你可以把这份喜悦有人可以分享，所以更加的激励了你们两个。当然，一个人跟两个人是不一样，可是他并不否认你原本就已经有，只是现在的能量、火焰，要在这个出现之后才会放大。表示这一个被举起来的火能量还没被举起来，你可以自己举起来吗？你可以试看看，但不勉强，只是这边做了非常强烈的暗示。在心态上会有差别于被说破了跟没有说破前后的你的意识上的认知。所以2号牌的朋友，这组很多是讯息是代表了强健自己心灵能量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段关系。当然它的出现会非常强大的提升，但是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你也可以自发性的先起步，先偷跑一步也是可以啦。我这边得到的讯息有这个方向，但不勉强，你也可以被动的去等待，也可以。但是我相信你看到这份牌之后，我觉得有些讯息被开窍了，你会慢慢的内在有一些很强的正能量突然被叫醒了，你会慢慢体会到。好，那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有蛮不错的讯息，这组的正能量很强到很亮哦，你可以慢慢体会而且是非常炙热烫的不是冰冷冷的。好，
那就这样哈，很长。那这边要提醒一下哈，讲这么多你不用全部都听懂，记得我常说的，整个影片里面，即使你错过了，你不想重听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在影片得到1句2句可以影响你内在思考的句子就可以了。那记得不要被里面说任何讯息被成为一种推销，或是被我说服。你应该要听到某些讯息突然打动你，或是启发你，你产生疑惑，然后我这里的声音跟你内在的声音成为了一种融合，成为一种讨论，成为一种辩论之后，有一个你自己的声音在内在跑出来，才比较符合一种自己消化过后属于你专属的那一个能量跟那个意识，这样才对。好，那如果你听了有疑惑，当然是可以重复听。我相信在不同的时间你在听的时候会得到不同的启发啦。好，那就这样，祝福你哦，希望你能得到对你有用的东西。那谢谢你来听。好，我们接下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哈，新恋人已经抵达。那我们一样从5张牌来先看一下整个能量的结构啦，我们再看看要不要分支出去找别的牌哈。来，我们来慢慢抽5张哈。好，我们先把最小的能量的声音的牌先抽出来放哈，然后我再从遥远的宇宙的讯息里面抽1张牌哈。好，这边再来，我们回到现实面哦，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境界哦，人性、人体、人类、凡人的一个境界里面，抽1张牌来诠释一下你们2个人之间的能量哈。来，好，再来。通往冥界的大门这一个路径上面之后到达的节点，我们来抽1张牌哈。它这个位置在讲的是说，你们2个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感性、直觉、磁场这些神秘力量，好，超自然力量的一个连接啦。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回归到你们2个人的4方能量哈，水、火、土、风的这个能量的连接上，它是用什么牌来诠释哈？好，最后我们回到了所谓2个人能量结合之后的那一个最完美的和谐核心的这个位置，牌面会给我们什么来诠释你们2个人的关系？既然这个新恋人已经要到达了，我们就应该更了解你们2个相处跟结合之后的能量的取向哈。那我们要知道这些讯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有的时候有可能不会，因为它靠近了，它就会顺理成章的出现在你面前。有的时候它会错过哦。那它这个错过会带来什么样的情况？会拖延一些时间，会错过了第1次最好的时间之后，可能要再隔个一阵子之后，才会在别的事件点创造出来，再让你们相遇。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啦。有的时候你们本来就应该相遇，但是就是有很多特别的事件没有硬行着因循着走上去，那就可能就像我们平常讲的这个故事线，好不容易第1次交错的时候，这个事件点好不容易因为别的原因创造出来你们相遇，可是错过了因为这边有很多能量没有注意到，错过了没有特别注意，那只好再绕个圈子再去创造别的事件点来，那这个都是题外话，我们接下来进入主题来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要探讨的是说，在所有的牌阵里面，我觉得在这个牌里面，这个声音能量最小。可是它这一个位置会偷偷透露了整个关系的一个被遗忘的、被略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它有一点像是，最早知道整个事件的凶手是谁，可是他因为太早说出来，或是他说的能量声音太小声，以至于第一个接收跟第一个看到的人没有接受到，或是不相信。可是他最后证明，他其实是他只是最早说出来的，只是当时能量的完整度不够，而没有被接纳。所以我们这边翻出来之后，我们就要知道说，他
在这么我会把它诠释在一个深渊里哈，在无人之境里的一个呐喊的讯息，他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对你们这个关系说什么？那他出现的是金币2，所以我想他透露了一件事情：你们两个应该有一个很强的相似性，因为他这里着重了、强调了你们两个之间的一种，我觉得它比较不像跷跷板，它比较像是我常说的10公斤的铁跟10公斤的棉花的概念。然后你们会在相遇的时候达到了某种抗衡，那这一个抗衡连结了你们，也可以说是维持了你们的什么的初步关系。虽然我们后面还没有翻，但是我目前觉得你们应该不会是第一次见面就非常强烈的火花，我反而从这一张牌在这一个牌阵里面感受到你们有一点点在争吵中、辩论中，或是有一点些许的讨厌彼此的初步关系里，让你们两个非常在意彼此的存在，会在心里成为一种奇妙的负面能量，建立了一种心理的存在感。然后他会在一个时间的慢慢往前推进之后，反省后，夜晚的深思熟虑之后，才发现说，我对这个人的在意，并不是因为厌恶，或是他说了什么话跟我对抗，或是他说了什么话刺激我，而是我在意的是这个人本质上的存在感，让我有深深的敏感到，有深深的皮肤有一种发麻的感觉。那我为了反抗这一个发麻的感觉，反抗这一个不舒适感，而去做了具体行动的，可能诠释成一种厌恶或是回避。然后过了一阵子才发现，原来这个深层的感觉底下是一种在意。那这种在意当然就是建立在喜欢了哈。有的时候它就是会变成是一个，所以我才说你们很像10公斤的铁跟10公斤的棉花放在一起，它是一种对称的，它是一种有某种特质上是一样的，有点畸形的，有点类似的，可是也有点另类了。可是就很难排除，因为深刻的心底的本质上的某种相像，其实吸引住你们两个了，所以才会。所以我们说有火花总比没有火花好，而你们这种火花算激烈的，只是它不是我们以为的是只往浪漫的角度去喷发的。这组比较特别。那我们从这里，我帮你翻2张牌哈，因为它这个是比较恶质的、比较负能量的角度。我从夜晚的暗夜的塔罗牌来帮你们翻哈，看看我在翻2张的时候，它怎么诠释这一个状态。毕竟我很喜欢这组牌先翻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在一个，就像，你心底藏了一个很强大的秘密，你非得要去跟人说，非得要去跟那个当事人说，可是你知道不行，那你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宇宙的意识里的能量流动。所以你会到什么地方去呐喊？他这个角色，拟人化的角度就讲，你会到沙漠的正中央去呐喊，然后在你的世界，你告诉自己说：“我把秘密说出来了，这已经不属于我的了。”可是有人听到吗？没有。或是你坐了一个小船，到了大海的正中央，附近任何船都没有，一个灯都没有，只有星空。然后你大喊着把你那一个秘密说出来，有人听到没有？可能有鱼吧，有鱼听到吧，但实际上没有人听到。可是你把秘密丢出来了。这个位置，它就像是把这个重要的讯息丢出来的那一个瞬间。偏偏我们在翻塔罗的时候翻到了，他说的是你们2个人心底，的那份喜欢被你们变造了，也就是在透露说你们2个一开始的时候对彼此的感觉，要花一段时间才会挖到那一个心底深处爱的在意。好，爱的在意的样子。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翻看看它是什么。
一，宝剑一哈，的确是严厉的，圣杯四，的确是固步自封的，所以他讲的是，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确实是会因为某些主题、某一些价值观吧，立刻辩论了起来，斗争了起来，意见不合起来。但是这边并没有特别说是工作上还是朋友圈的，但是我这里得到的画面讯息是在夜晚的朋友的聚会里，你们的第一次见面，而你们对于某一个主题非常的在意，而发表了言论，发现两人的想法是相反的，是相似的。只是你们当下没有发现，其实你们是一样的重量的磁场，但性质不同啦。就像我刚刚讲那个棉花，那个要先记得哈。然后因为一直在持续的对抗中，这张牌如果是在别的位置，譬如说在这个位置，先不讲那个位置，反正是他在别的位置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说，你们有绝对的平衡，绝对的对齐，很等，而且一开始就非常齐。可是不是这边的比较像是说，我要去呐喊了，你听到了吗？所以他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们错过很久了，你们误会很久了，心底深渊黑暗面的那一份呐喊，你几乎不可能听到的那一个真正的答案，在这里被喊出来了，是什么？你们是互相喜欢的，为什么把它表演成、形塑成一种不喜欢的人？可是却在自己一个人无人的夜晚、孤独的夜晚，都才想到说，这么多人在身边，你却只偏偏在意这个人的存在。那份爱被很多负能量跟负评盖过，其实是喜欢的，而且是相似的。这边再偷偷讲这个后，那有人会发现，这边有说有人会发现。而且有人已经发现了，在你们相遇之后，有人已经发现了，只是你没听，或是听不到。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特点已经跑出来了：你们是认识的人哦，你们已经遇见了，你们是认识的人。因为我看到这边有很强的交流，很强的互动已经产生，还已经开花结果，只是那个结果都不是从好的方向了，它就是已经有一些影响力的产生了。那以目前你看你的角度，都还是处在一种竞争状态。不过我有得到一个特别的讯息，我觉得我翻一下，我得到了一个讯息，好像你们两人之间有人已经开窍了。所谓的开窍是，我刚刚已经说有人发现了，而告诉你，提醒你说，或是用玩笑式的方式跟你说，哎呦，你们两个其实是互相喜欢的。也许是用这个方式，有人把这个破口讲出来了，有人拟人化了这个能量了。可是我这边得到一个讯息是，好像他那边已经提早了接受到跟感知到，原来是这样。毕竟我们今天阅读的是你，这牌是要给你看的，这个牌不是给他看的，只是有很多的讯息是在诠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可是这里的讯息几乎是针对给你看的，所以这边会有这个牌告诉你说，不要误会了，要错过。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但是我刚刚在解读这个时候，突然有个讯息是说，没有哦，可能对方那边已经知道了，所以他那边会怎样？再转换对你的态度跟想法，也许他才发现了自己对你的喜欢。才刚开始发现，所以我现在翻牌的是这个讯息是我想的那个方向吗？还是它有别的意义方向？翻一下哈，这个已经有翻天覆地的改变喽。那我想的没有错，他在挣扎中，第一个提问是怎么可能？不可能，所以他心里有挣扎，就表示有反面的想法在心里作祟。所以，我再翻一张，这个是心理上的，我想翻看看行动上是否有别的取向。
别的趋势哈，就一张。我通常会用2张来去组合关键字，但是我这个1张就好了。我要得到，无论它是形容词，无论它是一个定义，无论它是一个空间，管它的，不管是什么形容词，我翻1张来去诠释一下，在他的行动上，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好，出现哦，他会发现，而且会慢慢的被那一个喜欢你的感觉侵蚀、征服。进而转变成对你的想法。我想他在下一次在跟你很接近的时候，他就已经会转变成一种喜欢你的态度去跟你相处。但是这边有看到，因为这个火能量太强了哈，这个塔能量太强了，这一个翻天覆地、打掉重来的感觉，在他身体里还没有修复好，房子还没有重建好，它有点像是你骑车、开车突然撞到，虽然撞到了，也没有发生什么事，车子也没坏掉，也没有人受伤什么的，可是那一个惊魂未定的感觉会在心里盘旋一阵子，几个小时都有，然后它会有一种连锁，会有一种回音在脑海里，成为一种震荡。我觉得他到下一次再见到你的时候，都还是会有这个感觉，心态上还没办法换过来，是到相信你也是喜欢他的这个角度，他甚至也还在琢磨自己对你的喜欢是什么样子的角度。那他现在应该从这里因为这一个水能量开得很大，我以为他会开一个圣杯1、圣杯2，或是圣杯4者的水能量而已。结果他开的水能量，我觉得他开到最大，所以他这一个翻转，其实这2个能量都很强哦，翻转加转换成那一个新的情感能量，我觉得这个速度蛮快的，所以他挣扎的也蛮快的，所以他下一次在跟你讲话的态度，你会发现有180度的转变，你会有点不适应，而且他会开始对你好，他会开始对于你的冷嘲热讽或是睥睨的眼神、不在意的眼神有很强的抵抗力，因为他跟你的相处的方式、方向、角度已经换了。但我这边突然出现了一句不由自主的转换。为什么会是不由自主转换？因为毕竟是塔牌能量的转换啦。哦，它不是一个远方，它不是一个行走哦，它不是权杖3，它不是宝剑6，它不是这种的，它甚至不是宝剑10的后段，它不是这种转换，它是一种突然崩塌，就像我跟你讲的，不小心开车、骑车撞了一下的那一种惊魂未定感，有一点像是他手上一直拿着一杯水，突然被撞翻了的那一个瞬间，他这个水能量打翻了。我想啦，基于这张牌的平衡，你很快就被他感染了。因为你们之所以2个能量的相撞火花会这么强，就是因为你们有一个很强的同步性嘛。我刚刚说这张牌如果不在这，它在这核心位置，那就表示你们很容易达到一个天然的和谐。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天然的和谐，它在这个位置也有它本身的意义。所以它的转变，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们的同步一直都在。所以他这一个转变会在最接近你的时候，或者下次见到你的时候，开启了那个同步思考、同步模组，所以你会很快的、很震惊的感受到他的改变，而跟随着，然后内在的在意并没有本质上没有变化，而是手段、方法、形式、动作上换了别的字眼，差不多是这样哈。但毕竟它是塔牌的震荡转换的，所以当它很靠近你的时候，你也会经历一个类似塔牌震荡的转换。因为你不会无中生有啦，好吗？好，那这组牌已经看透，那我们再看一个比这个更深远的看法，有点像是你遥望着天空的一颗星星，但你发现它越来越大，然后突然冲入地球的那一个震撼，你把这一种
图像思考把它想成是有一种要飞过来给你的一个讯息，它跟这个讯息不太一样。它的这个讯息的出发点在是说，他知道无人知晓，无人能听取，可是他的力量很强大的喊。那这个是我会出现在你眼前，毫不费力的让你接受到这一个宏观的讯息。所以这张牌翻出来的答案是什么？就是他看得比你更有远见，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而且你无法否定，无法拒绝，他就是会出现在你们的未来。那我们看，我刚刚是不是才说它的转换虽然不是这个，但是也有点像，也有点方向性。我说它这个是突然性的，然后不是一个有行走式的，可是这里却说没有，它也是有一个方向性的。所以这个崩塌，这个心境上的崩塌不是偶然的，而是时间到了。这张牌翻出来的时候，我是不是说你也会有一个类似它的震荡，这个适应，你也在想说心中的在意，换了这些名词去实践去行动，我也在挣扎，你们两个都在挣扎，所以这边告诉你说，别担心，这个挣扎是必经之路。我们从宝剑10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它所带来的死亡跟气馁放弃，因为它前面是宝剑9，它有一种思绪上的困难，所以我们到宝剑10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走不过去了，而臣服了，而接受了，衰败了，我们会这样想。但我从来不这样看这张牌，我看的永远都是这张牌后面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我觉得它也有一种类似重生，可是它不是死亡死神牌的那个重生，它也不是审判牌的那一个升华。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你游泳你想要游到彼岸，然后你中间力竭了，没有气息了，然后你中间突然有一段觉得，那我放弃好了，我在这里死亡算了。我觉得人生和很多过程都有这一段。可是你在非常接近绝望与死亡的边缘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我有一丝的气息，而且我只要有更强的主动力、更强的自制控制力，我发现这个气息能救我一命，而且比我想象的更多。所以你会觉得都已经置死地而后生的感觉都出现，那我不如再奋力一游的游到对岸，然后就能游到对岸。这里我觉得他给的是这个态度。那他在这组牌给的就是说，别担心，你们两个这份关系，在这种非常别扭、非常崩塌式的转换，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适应，有一种内在跟自己的一个大战争正在爆发，然后你会觉得有必要一定要变成走到恋人的感觉吗？我现在放弃，直接维持成朋友也很好，没什么不好。可是你心中的那一个，我刚刚说一丝的，还有一些氧气，能呼吸，肺里面还有一些氧气的时候，会让你奋力一游的那一个冲劲，也会在这个关系里面成为一种，不如试看看好了。我去看看那个答案是什么，我去看看我心中的那个在意到底是往哪个方向走，我去看看为何这个心境需要这个方向的转变成一种爱恋、爱情的，有必要吗？但毕竟是宝剑能量，所以好奇心战胜了一切，在这个位置哈，毕竟是宝剑能量的转换，好奇心、开创性、挑战、理智的分析都在后面支持着你往下去看看，而不会轻巧的用情绪的就放弃或什么，不会。毕竟是宝剑牌来诠释这一个后劲，这一条未来的路。我刚刚已经说了，他是会把它丢到你面前，告诉你说这件事一定会发生的。好，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这个牌阵的位置讲的是绝对的光明面，绝对的正念。无论牌面给的负能量多不好，但它只说明了正向的概念，所以他就是没有要你就地死亡啊，他就是告诉你你会游到彼岸，再辛苦再累，再多的转换，再多的冲击，彼岸你终究要到。也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这一个弄巧成拙，弄拙成巧，不知道哪一个
概念，反正大概是这样子的混合，终究你们会意识到对彼此的爱恋是货真价实的存在在心底，不要否认，也无法否认，就去转换吧。好，唯一的课题就是转换。为什么？因为一开始能量的对齐对撞就搞错了方式。就回到我刚前面讲的，你们把这一个相似、这个合适、这个重量等比，弄成了一种辩论、一种对辩，就莫名其妙的峰回路转的两个人走了不同的方向。可是那份在意在心里很沉重啊，或是换一个字，不要说很沉重，是很有分量，好吗？好，那大概这种比较遥望的讯息很确定了，表示这个人的出现并没有立刻明朗化的呈现在你面前了。好，没关系，我们把这个遥望的强大的神秘主义的讯息，我们先放一边。我们等一下来看看现实面要产生的时候，这一个讯息是否跟这里的吻合，看它是否连贯性有出来，通常都有了，很难不就是会有。好，那从这里我们要先从一个现实的位置，你现在生活或位置，所以这边会翻出说，到底你们两个相处的能量最接近的处境是什么？到底为什么让你们有这种错误的第一次的感觉，才后来转换成爱恋，到底是什么？这边会说，然后这边再慢慢的爬升出，告诉你们更深层的，就是原来是哪些讯息、哪些磁场在搞鬼，然后最后再告诉你说，你们两个要怎么去谅解、原谅、和谐起来、结合起来。好，这边再慢慢告诉你。来，我们先翻第一个，人类最物质世界里面，你们两个人能量重叠的时候，那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这边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它虽然是星星，可是我觉得它告诉我另一件事。我一翻出来还没放下，我就已经知道那个讯息。他在讲说，你们两个的相似是存在于两个人的价值观太接近，而太接近的时候，心底有一个感觉是，这本来是我独有的，为什么这个人知道？所产生的一种反抗。它有一种稀罕度，这个我必须要用一些比喻来说，就有点像你有计划要去领养一只狗或是一只猫咪，然后你已经想好要取什么名字，这样，结果你的朋友或是这个人新朋友出现的时候，大家聚会的时候，他比你更率先的去宣布，他最近已经领养了一只猫咪跟一只狗，而且还取了个名字，结果那个名字还跟你心目中想取的名字一模一样。所以这边会有一种一颗你们两个都想摘的星星被他摘走的瞬间，所以两个人就产生了某一种对撞。可是我们从坏的那一面看出来，就是好像有人抢走了谁的东西，而产生了一种反抗。可是好的那面却是，在这么茫茫的人海跟意识大海之中，你们两个竟然拥有一模一样的思绪，但是也因为就那一颗心可以摘，所以那一份反抗走在了珍惜这一个难能可见的遇见之前，所以就扭曲了你们一开始应该就要立刻契合的这个状态。所以我才说有点峰回路转了。那为何一定要这样峰回路转？我觉得有一点点先苦后甘的感觉，也有一点点是能量上，或是你们两个能量磁场真的太相近了。我相信选到3号牌的朋友，应该有很多人在人生里面，在念书时期、学生时期就有这个感觉。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说，这个人我明明就不讨厌他，但是他为什么总是做很多令我讨厌的事情？我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哦。所以你们两个就有一种不打不相识的方式相遇，这火花很强。这个火花我觉得等质量于浪漫主义绝对浪漫的两个人一遇见的时候就出现那种爱的火花，差不多的。而且你们还更多的是摩擦出来的火花，有喧闹的声音，有摩擦的声音，有激动的斗争，言语上、肢体语言
心灵上、眼神上、距离上都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的能量上的摩擦。如果你们以朋友相处，都一直没有意识到内在的喜欢，以朋友相处，你们会时常在非常接近、互相谅解的时刻前，又打翻了关系，次数会很多，你们会一直这样下去。然后，如果一辈子都没有走到恋人那个方向，你们一辈子都会不时的想到这个人，然后就用不喜欢或讨厌定义下来。可是心底却一直很难否认，其实还有那一丝的在意，并不是厌恶跟讨厌啊。好，还好，我们今天这组牌这样走下来，这里在最现实的位置找到了那一个概念上的答案。它有一种心底的，只有你们两个原本以为在自己心底的那一个像小秘密吧，结果有人在整个宇宙的意识的流动中，他也抠笔了，他也偷走了，但对你来说是偷走，但何尝不是你也偷走他的呢？我们只能说，在能量的世界，你们有点被戏弄了。为何要把这个特殊的心愿同时分给了另外一个人？这不是我心底那一个最丰盛的期待吗？为何这个人也有？但我们从爱情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我说的是没有这些奇妙的事情先发生，然后你们两个就直接在一起之后，会不会在某一天，两个突然都想要去领养一个猫咪、一个狗，然后两个却同时讲出你们想要取的名字，然后那一个契合度跟那个快乐就在那一个瞬间产生一种爆发性的幸福涌现在你们心里，然后你们心里会觉得说：“哦，难怪我们会在一起，我们是天生一对。”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哦，只是这个故事线的发展变得比较离奇。好，会在你们会有一种类似磁场相撞而不是相克的状况里面，就这样子的粗鲁的吧撞在一起了，产生这样。所以你们前期这一个人你们会浪费一些时间在奇怪的相处里。不过还好，前面我们已经告诉你答案了，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啦。你们终究要去翻转成要成为恋人的那个模式。这边讲了，那这一个星星牌给的那一个心底的答案，那一个自己的独特性被偷走、抢走的这种类似这个感觉的，我觉得你们要在很多契合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之后，才会发现，才会回头去检讨，才会回头去讨论，才会回头去说到你们第一次见面的状况，然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是概念上产生了某种误会，或是形象上、口语上、对话上产生了某种理解上的偏误，所以又在那一个激动的环境跟节奏很快，或是很多人都在现场的嘈杂的状态，心态上、心情上、情绪上被往上推挤了，然后产生了某种很想要反抗的一种动作，说了什么话，为了反抗而反抗，做了什么事，就是不想跟这个人为伍，就是要去对抗这个人，或者这样子。但是当下不会发现说，原来是因为某种不该被一分为二的内在的那个特殊性被分开了。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一样的东西，然后突然激起了一种那是我的，不是他的这种对抗。很可惜的是，那其实是你们两个心心相印、心照不宣的高度默契。好，从这边找到了一些类似的答案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用再多翻，因为我觉得他讲到了，虽然他形容的还是很抽象，但是这个事件的本质就是这样。那他诠释了你们两个最接近的时候的那一个，我觉得是被能量的戏弄了。但我都会认为故事线有离奇的发展，都是有它的因素的。我会用最浅薄的方式去形容，也许你们那一次的相遇，在时间点上是错的，是提早的，
可能有别的故事线跟事件去影响了你们的相遇，被提早了。我觉得它比较像提早，所以才会有一些些许的神秘力量去帮助你们引导到那里，先成为朋友一阵子，或是他可能有另外一个理由是，你们本来就要用这种方式，或是先从这种，他可能定义上只是先希望你们从朋友开始，可是能量上的手段或遥控变成了互相讨厌，主题错了，可是又挽回不回来这样。但至少目的达到了，什么目的？不要在那个时间相爱更重要，也许是这样了哈。那所以我们回到这里的逻辑，他这边说这是必然的阶段，那我们就不探究为什么这是必然的阶段，或是他被什么事情影响而产生了这一个必然的过程，就不探究，反正已经这样了。那他会往好的方向走，我们也已经知道，这样就好了。好，但是我们这里所谓的现实面的相处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翻一下，所谓有比较未来性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成长了，这些东西都过了，这些东西都意识到了，反正那只是前面的一个峰回路转。你们终究要以爱恋人的方式在一起的话，那以现实面来说会有什么状况？如果现在就要在一起的话，牌面上会怎么诠释，或是有什么建议？这边会产生出来。我们把它翻一下好了，看一下有什么哈。来，我们翻这里，也是一样2张哈。好，第一张，这主牌牌宝剑很多哈，好，还算有距离啦。你们现在虽然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有人已经被提醒了，有人已经觉醒了，内在已经有发现在意了哈，可是你这边还没有哦，你这边还是在城墙内，还没有出去哦，还不到那一个这里要挣扎的时间，还不到哦。这边说还没哦，还没，你还没有正面迎接，那个正面迎接的时机也还没到哦，还没那么快。我觉得他这边在讲的是说，第一，你的心态上是属于完全没有准备好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如果现在意识到自己要跟你告白，或告诉你说他喜欢你，你会全然的拒绝，你会觉得不可能吧？而且会有种完全没有感觉的状态。这2张牌说漏嘴了。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会走到那里，但是现在或是最近都还没有，你这边状态都还没有，而且还会有一种加强厌恶，跟也有一种道德的审判的感觉。所谓道德审判，就是说会有一种比较恶劣的话会说出来，就是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怎么可能会在一起？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不可能啦，然后去把话说绝的那个方向。所以现在这个时机点也很差，也就是说，那一个往后拖延到好时机的这一段路程，目前可能算是非常差的时机，就是根本就不该提起。那所以我们这边回顾到塔牌所谓的挣扎跟崩塌式的转变哈，我认为如果以这2张的节奏感跟时间上来说，我刚刚是不是说崩塌了，然后他心中的那一个能量会慢慢转换成爱情？我觉得现在才刚经历崩塌，他还在自我怀疑，还在自我思考，还在自我否定，说不是那个方向。如果以同步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这里现在是完全否定的角度，那表示他现在才刚崩塌，才刚觉得是这样吗？或是旁边有别的能量才刚对他提醒，就像我刚刚讲的朋友的提醒，或是开玩笑的提示，结果心里被敲了一个钟，或是响了一个指头，醒了一下，突然脑袋出现了一个灵光，一个讯息是，其实我没有真的讨厌他的讯息跑出来了，所以他现在在这种崩塌的状况里面，而这里却印证了你跟他，就是说你映射了他现在的状况，应该是刚开始而已，所以要走到开始知道彼此有恋爱的感觉，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好，
那3号牌的朋友，很着急的朋友，我只能告诉你说，我们把这个转换成一个好消息，告诉你，爱情的路开始走了，开始进行了。爱情的路开始进行了。那不要急着去找答案，这边是否认的，因为你会完全感觉不到是发生在这个人，或是完全感觉不到这个人身上现在有爱情的感觉。这边画了一个非常强的栅栏挡住了心态上、做事上都先挡住了。要记得这是9，后面还有10呢。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立刻就接收到，你会感觉到一种非常强大的沉重，会告诉你会影响你，甚至你会做出逃避、不想遇到、不想见到的厌恶感会跑出来。那为何会有？没有任何余地呢？因为它这里是宝剑皇后，它更加的犀利。它讲的是这一个厌恶感跟这一个不想接受、不想知道的感觉之后的行动。你会用宝剑皇后去面对，就是完全否定，而且会有一种反手拍式的回击。已经否定了、逃避了，还会有回击。就像我刚刚讲，会把话说死。那到最后要再反转到这里的话，不是不可能，而是时间会拖得更久。所以现在的时间还算不够好。好，没关系，我们再往更深层的位置去翻毕竟这里还有一张和解牌。他会告诉你方法，最后是怎么解决。但我们还是要先讲一下，在这个2个人之间最敏感的能量，一种超自然的感知里面，你们2个身上都有，只是强弱问题。到底是怎么仍然把你们2个连接在一起的？是金币皇后金币皇后的能量比这里的强，因为这里是被瓜分的。而且这里说了它是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只是他预测到了。如果现在他跑去跟你讲的时候，你的反应，这只是你现在会有的反应。可是如果要讲你们2个连接，它是用金币皇出来的，我觉得这里说在牌，它因为它是站在那个牌阵上点上，所以它这个能量意义比这个强大很多。那这边告诉我什么？你们会发现，其实你们是相处得来的。他这边偷偷的说，也许解方就是你们要在更高频率的遇见，然后你们会在很多阴错阳差的相处里面，不小心挖掘到2人之间正能量的默契，但是要在比较高频率的小细节中相处了，就有点像是说你们应该有共同的朋友，然后会一起出去，虽然你们2个没有互动，所以2个还是表现得不喜欢这个人，可是会在其他有共识的主题达到默契，然后会渐渐的发现，其实你们可以成为队伍，你们可以成为队员，可以成为伙伴。那为什么要用皇后金币而不是国王或骑士？因为它带来的是一种缓缓的、细细的，有点像是下过雨后从屋顶上一滴一滴滴下来的水滴，去把那一个碗装满水的状态。它不是喷发的，它不是开水龙头就出来的，它是要一滴一滴慢慢累积的。它是要这种状态累积出你们2个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会慢慢发现你们其实是同一队的队员，你们是一国的。我会用这种比较儿童式的方式来形容。那它会在这个位置，就像我刚刚讲的，是你们2个之间的一种神秘的感知，所以它并不能够去催促，它没有办法用明显的手段去创造，它只能一点一滴不小心的累积出来你们的关系。所以它这边以时间感来说，又证明了一件事情：还早。3号牌的配调这边可能是还早，还要等好久。可是我反而看到更光明的一面是，未来是可行的，而且它就在你身边，它还不是要去寻找的耶。你们已经进入了要成为恋人的路程，只是它不是一个浪漫的剧，可是它却是好像是蛮特别的影集。可能总共12集，现在才演到
第3集还在互相讨厌，第4集就要发现一些特别的奇异点，让你们突然发现你们是一国的，因为那个水滴也差不多累积到某一个程度了。那3号牌的朋友，如果你知道是谁，或是你想象了是谁，那就先当做不知道吧，因为会弄巧成拙。那我相信选3号牌的人，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啦。而且他这个缓慢的速度也关系着，其实你们也没那么常见面，也很难去创造高频率见面的。所以1年如果见到3次，在这里他可能要你说你们要至少见到12次之后才会有这个情愫出来。可是你们好像似乎1年只见到3次已经算很多了，那到底要怎么累积出来？这里我只能用一种非常平实朴实的方法，就是有任何朋友的邀约就尽量去吧，因为他有可能会去。只能这样，因为这个没有明显的手段，他只有告诉你说需要在更高频率的遇见，他也没有说在短时间的高频率，他可能也只是在形容次数上的增加。讯息就只有这些。但至少他是往一个会成真的方向去行走，那就好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最后到底，其实这边已经讲到答案了，我在想这里还能讲什么？到底最后你们是怎么发现，或是怎么在能量上做一个和解，然后彼此看对眼，彼此看清楚，这份在意是怎样的，是怎样？哇，果然是逝者出现了。我们先不讲宝剑，我们先讲逝者。这边我说的，他这边是有一种新的眼睛、新的眼神，看彼此有新的样子。然后又刚好是宝剑，表示说在你们2个互看彼此的时候，有很强的评断，有全新的评断，才发现说原来是这样，原来这个人长这样，原来他的心，他的内在是这个模样，原来我错过了这么多发现眼前这个人的美好的时刻。他这张牌对我来说，他也有点像是很聪明，更聪明一层的愚者牌，愚人牌。对我来说是，他有点像是一个你学校里面的功课很好的优等生，很聪明的，他突然告诉大家说，我要去就是说他可能我打这个比方很肤浅很无聊了，可是你大概可以知道那个对比。他可能是数学什么各方面都很好，然后大家都以为他最后会去当科学家，会去走电机，会去走程式，因为他够聪明。可是他最后却告诉你说，其实我真正想冒险的是，我想成为一个厨师，我最想要当的是吃遍所有垃圾食物，这才是我最想要的。我才不想成为一个看起来很聪明的数学家。他会这样子，他会有这个转变。可是，这特别的是什么？这个转变带来的是，他终于知道属于他自己的冒险是什么。所以，我们换回来今天的题目就是：当你们2个发现，其实你们内在的在意是爱恋上的，而不是互相厌恶的。那个在意的能量很强，你们才会发现说，这才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冒险，找到了，我们要开始了。前面的好像都是一场误会，前面的好像都是莫名的被定义标签了起来，我该往那个路径走，你们2个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互相成为一种对抗，一直往下走，改变不了。所以在心底上发现，原来这份在意的情愫是往爱情的方向，然后你们2个就突然间带来了这一种重新的审视对方的，跟审视眼前这个人，才发现说没有，我们2个有自己特殊的故事线要往下走了。会比较像，可是他为什么要用宝剑牌？因为他是深思熟虑跟观察、判断之后的找到的答案。它不是个选择，
它不是一个选择哦，记得这不是一个选择。好，那差不多，好，这3号牌的这个内容差不多的方向就找到了哈，只是可惜啦，哦，要走到这步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时间，没关系，哦，来。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来一样哈，来从这个塔罗里面，这组塔罗牌里面的天使讯息，我们两面一起读，看看牌面上给你跟给他，我会觉得不给他啦，就给你跟给你们2张牌讯息会有什么，顺便给你在于现在这个状况里面的一些关键字的建议，我看他会怎么说哈。这张先给你的，好，来这一张，这张是给你们的，好。37的这一个是阿尼尔哈，天使阿尼尔第37号，然后他讲的是说，你看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流动。其实这个天使讲的是说内心的改变。会改变你周遭的世界。你看，我们没有作弊，我们翻出来就是这样。这个天使所在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反而用天使牌来做一个总结。当你们2个内心的改变的时候，你们2个的世界就同时改变了，会进入这一个你们的旅程，就出现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给你的，我觉得这也是给你们2个的，这2张都应该算是给你。然后我们再看第14号天使说了什么。第14号天使这个应该是叫做应该是叫做米巴黑哦，米巴黑。我觉得他还是一样，这个牌跟这里牌天使讯息就是说，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所以这2张牌其实虽然它的形容概念说法不同，可它都是在讲说内心的一个转变能改变你的环境，而你不会屈就于环境而守株待兔，不能守株待兔就是在那边腐败，就像这里。你们会在2个人意识到内在有真正的感觉的时候，而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行动跟欲望，驱使你们去认知到事情的真相，就是你们其实是用爱来在意对方的存在，只是你们的方法一开始用错了。所以当你们认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2张牌都在讲说内心的转换跟改变。会改变周遭。这张说，当你帮助了自己，应该说你付出了对他人的帮助，也开始帮助了自己。它就是一种内外的协调跟并行啦。2张牌都讲这个哈。所以以天使的讯息也认同了这个转变，也看透了你们这份关系的流程啊，该说是流程。好，那既然天使牌来说，我们来看一下说是否有一些小小的提示哈。那这张牌仍然也在提示说，可能内心的挣扎还是这一组里面的课题啦。这前面我都已经讲了。我觉得有点浪费我们发了这个天使牌，因为他又讲了同样的话，但是也不能说浪费啦。他竟然要同时再重复再讲一次，表示那一个的重要性又被强调了一次。那这张内在的软弱各方面，我觉得这2张牌是非常相近的天使牌，他们也提示了一种内心的拒绝。你会有那一刻拒绝接受这一个答案，就是其实你的喜欢并不是厌恶，是那一份在意并不是喜欢，而是真正的厌恶。你可能会拒绝你内心发现的那个答案是事实是其实是喜欢的，也许会拒绝，但他告诉你会经历这一个部分，但是记得不要再用新的谎言去欺骗你自己了。因为你的内在直觉已经知道是喜欢。不要去猜测它，不要再去用其他的好像是强而有力的佐证去证明，其实是一场误会。因为答案你也知道，那就知道不是。好，2张天使牌的一个基本讯息就是这样了。我想3号牌有做一个非常强的连续，从我们刚前面一直看，他在不同的角度都讲了同一件事。我们这边做一个小结论，就是
你们现在的相处其实是一种误解啦，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误解。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你现在看了这张牌之后，他就会改善。他必须要从心底有真实的感受，那一份喜欢，那一份在意，其实是喜欢，要真实的感受到，才会有一种天然的转变，才会有一种天然的挣扎出来。当你发现挣扎了，表示你内心的真实的那一块有跑出来，才会跟错误的那一块做斗争。会有那一份挣扎。那经历那个挣扎之后，你们就可以达到两个人终于看对眼的那个境界。只是牌面的节奏感非常慢，还没那么快。毕竟看来看去，我是觉得看来看去，塔牌的能量才刚开始什么叫刚开始？就是房子这座塔才刚开始崩裂，还在还在崩裂，嘈杂声跟震动的感觉，人都还没摔到地面呢，还没到，所以才刚开始，所以它还有一个时间的流程。但这边天使牌做了一些提示帮助自己，帮助他人，也是帮助自己。内心的转换就能转换你周遭的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真谛的一些语言果然是天使给的讯息。那你很难在实际的这边错了，很难在实际的位置立刻做改变，因为这边有牌，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很难。但是这些语言是一个契机，至少它是一个有能量能点醒你的句子。那只需要花时间去体会，或是听了之后，让它自然而然的在你的身心灵内做转换，不需要去推它，它会在几个梦境之后就转换，有可能。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讲的蛮多的那我想这组目前比1号、2号牌来说，我觉得更清晰明朗很多。所以最后做个小提醒，如果整个流程中你有很多听不懂的，没关系，你就略过。我希望我们追求的是有1句或2句，或是有1个关键字、2个关键字，能够在你心里产生某种打动、某种影响，然后它会融合你自己心底的低语跟深意，结合出一个新的语言跟新的答案，而是属于你自己个人的，而不是我推给你的、推销给你的、塞给你的，而是它需要再跟你内在的东西融合出来，成为一个你自己的个人独特的答案。我希望我们追求的是这个方向那牌面是给你一些方向的指引，给你在这么多的句子跟内容里面，听听你有没有没听过的方向。那有，你就去怀疑它，你就去试着想想它。它如果有产生一种正能量的内在的变化，那我们再看看变化出什么好的答案。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好，那就这样很长，整个流程很长。那很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4号选择第4号牌的朋友那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新恋人已经抵达。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结构还有最重要的各方宇宙的讯息，跟现实物质世界、感情世界的讯息，要告诉我们你们2个人的关系的走向跟现况来抽5张，我们先从我最喜欢的深渊的讯息先抽再来是遥望宇宙边际的讯息，绝对正能量的讯息绝对正能量的讯息。再来我们回到物质世界再来我们的感性灵感的世界。最后要抽的是2个人核心价值、核心美感结合和谐的世界的诠释。好，那就先这样来，今天呢，我们一样我们从
我们从讯息的能量大小跟近或远来抽，我们先从能量最小，我们先从这里，深渊的讯息给的是什么？是圣杯2。一般我都会说，这一个位置给的讯息，它是以负面为基础去传达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乌鸦嘴，或是只报坏消息的一个牌阵位置。那通常呢，以我下面这个隐形的牌阵来说，这个位置其实是不需要抽牌的。可是当我每次反观察了整个牌面的流动，我觉得总有这一个位置会有遗漏掉的好讯息，那我最后我都会无法避免的，都一定会把这个牌抽出来，而且会在最前面，因为它比较像是我在解牌的某一种很明确的方针啦，很明确的方针，它很像什么？你这一个部分的解释，我可能以后每一次都会提到，它很像什么？它很像最早发现事情的问题的人。也有像我们最近很流行的词语"吹哨者"这个概念，但是最早说出讯息的人，通常因为没有太多的佐证，或是没有支持者，或是旁边的人都没有共识，所以会被归类于一种荒诞、跟谣言，或是缥缈的随意乱说、没有根据的。可是当我每次翻完的时候，我都发现这一张牌通常都已经讲对了整件事情的，有点像是结局前面的那一个关键事件。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一直都不知道谁才是凶手，结果要到结局发表前，最明显的症结点会突然跳出来，然后观众就恍然大悟说啊，就是他，然后凶手就会出来，差不多是这个讯息，我都会觉得是这讯息。那他为什么本来牌阵上是没有？因为他的能量讯息是非常小的。我们不断的说，它很像你在荒芜无人之境里面，你待在那里，然后你发现了一个秘密，然后你需要告诉别人，因为你不想要承担这个秘密一辈子，或是只在你身上，你想要诉说，但是没有人接受的时候，你就对着这一个天地浩瀚的天地大喊着这个讯息，就像这里牌子正在这一个无人之境告诉了你这个讯息是，你们会从这个新恋人你们会从一种非常好的场面吧、环境吧，也就是说，他在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在一个非常欢喜、欢乐，他比较接近，突然你跟一个陌生人变得很要好，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一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也很惊讶，他也很惊讶，那个是事后你们感觉到你们怎么会这么要好，你们怎么会这么熟悉彼此，你们怎么会这么多的类似点、相似点，会这么有默契，那是事后感觉。可是当下你们会很自然而然的就结伴在一起，就有很多的话，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也有很像累积了好几世的一种累世的缘分，也许你们之前的灵魂就在别的时空里、别的时代里就已经紧密的交流过了。那这一种累世的智慧会一直传到不同的世代、不同的灵魂阶段。所以你们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眼前这个人看似不熟悉，可是却已经认识非常久，而这个久并不只是认识个10年、20年的这种久，好像你们对整个历史的长河的见解跟理解，都有很强烈的共同穿透性。
好像你们曾经一起活在某个时代过，或是你们一起讨论某个时代的事情的时候，很奇妙的，你周边的人都没有像你跟他这么了解。然后这一个对比会突然对比出，原来你身边的以为的好朋友都没有你以为的好，可以好到那个程度。也就是说，这一个人出现前，你以为你跟闺蜜啊、好朋友啊、最好的朋友这种的熟悉度已经是人生的最顶峰，没想到你遇到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人跟人的关系可以好到这么深入，这么多层次，100-200个层次这样。那你跟他的对话不太像是可以轻易的、轻巧的、轻松的把秘密分享出去。你跟他的对话已经穿透了秘密这一件事，好像秘密是已经早就知道、早就共享的东西，它不会被诠释成秘密的这一个方式来去传达。就很像说，你不会跟他讲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有什么？”不会，你会很自然的告诉他。你知道了这一件事，因为你心里有一个默契，知道说他知道你把这一件事情当成秘密说出来，所以很重要。这一个默契是不需要把它先用秘密来做 title 去定义的，你们就知道有一个默契说，这件事就我们2个人知道就好了，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你跟他的默契，我们用这个抽象的方式来去形容，它是这样子的深度。那这张牌在讲的是说，你们的那一份很像你童年的时候交到的第一个好朋友的那一种依赖、熟悉、结伴的感觉，会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很明显的确定了。然后他会有一点点穿透这一个人的外表、说话声音各种很奇妙的一种契合度。但是这边因为他在的位置跟能量是非常虚弱的。你想想，在一个沙漠之间，你大喊了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要离你多近才听得到？听不到，对不对？因为你声音会扩散掉了，没有任何反弹的，也连回音都没有。所以他这个讯息是非常微弱的，但是他讲的是真的。那他微弱的意义代表会被疏忽，或是持续力不够，所以他很有可能会让你们2个只有在初次见面的时候这么好，然后后面会断了联系，会不知道莫名的没有一个坚固的力量把你们连接得更持久、更长远。但是这一个点会发生出来，所以他必须说，不要错过了，不要轻忽了，这一个人有可能会以一种一闪而过，或是只有一次一面之缘的方式出现哦。但是很好的一点是，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新恋人已经抵达”，所以我们从这个定义再配合这个讯息来说，我必须跟这个牌面的讯息说，你别担心。我们从这个定义里面找到这个讯息，表示它其他的牌位、其他的位置是有持续性的能量，只是他不知道，他以为只有这样子，其实还有更多。好，那基于这个点，我们来为他做延伸啦。好，我们来帮他翻2张来去，有点像是跟你或跟这个位置的讯息说，别担心，还有别的能够让这一份见面有更多的持续跟未来性的发展。那个原因、那个关键、那个事件是哪些？是什么样的状况？我翻2张来看看他怎么诠释哈。好，第一，好，第2，都是宝剑能量，表示你们会在第一次见面
的时候就苏醒过来。所谓的这个苏醒过来的，比较像是说，会在一团迷雾，会在他所担心的那一个只有一面之缘、没有续航力的那一团迷雾，会错过的那一团迷雾之中，你们两个会苏醒。为何我不是说觉醒，而是苏醒？因为它是一种该被叫醒的状态，它是一种该被错过的死去的状态。它是一个衰败的状态，好像是你们见到的这一面就只是结局了，就是你们这两股能量最后的结局就只有见到没有后面。它是一个衰败，它是一个结局，它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句号。可是从这里看得出来，它有一个苏醒状况，那些都不是句号，那些都可能是引号、分号，或是下得很重的逗号，后面还有待续，或是冒号3点的那一种，还有接续，还有 continue， 所以我才用它是一个苏醒，它是一个苏醒。那宝剑能量就是这样，宝剑能量它这里的苏醒讲的是醒这一个字，我想到了，我清楚的知道了，所以我醒过来了。无论是在梦境里，无论是在直觉的感知里，我发现我要醒了，所以我醒过来了。就像你在电影里很常看到的，是在一个人可能在休克、弥留状态的时候，进入了某种梦境，进入了某种神秘世界，或是神的境界的时候，被亲友或是神叫醒了，告诉他说，快想清楚，你该回去，你不该现在死去的这种状态，会出现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内在的有一种假象的心灰意冷，然后好像是一种不小心被心灰意冷，对感情的心灰意冷，或是对这一个你们累世就应该再相见的人，然后会有一种不确定的讯息，或是不明显的讯息所覆盖，让你们两个又在这个好不容易遇到的现场又错过，会有很多这种因素。可是本来是应该是只会这样而已，因为这边说了。可是还好我在翻，它有其他的能量告诉说不会，那个理智会在很深的层面里面成为一种绳索，成为一种救生圈，成为一种在悬崖边你的手伸出去唯一能抓到的树根，慢慢帮你攀上去，爬上去。那它这个理智，这个宝剑能量讲的是什么？就是你伸手的那一刻，或是你张开眼去看看有什么可以伸手去抓住的那一刻。如果当你接受了、承受了、臣服了那一个衰败状态、放弃状态的时候，张开眼伸手就不会是你的下一步动作。但这里的苏醒的概念就是你想到了，你在那个内在的直觉的一个超然的直觉，发现我试看看睁开眼，我试看看伸手去抓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的时候，那就抓到了。抓到了什么？抓到了你们两个能持续下去的一个灵感。那个灵感会什么？会有什么？可能会有一个人突然开口说，我觉得我们好像应该留下联络方式，或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下周再约出去一次。会有这个 idea， 本来没有的就跑出来了。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跟没有的差别吗？没有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双方都觉得要遇到这个人不难，因为已经遇到了。可是偏偏在整个时间的长河中，有的时候你跟某些人就是只会见到那一次。因为你的环境、朋友圈让你误以为要再见到这个人很简单、不难，可是偏偏你回忆起来，你人生中是不是有些人印象很深刻？如果你没有主动去寻找他，是不是就到现在只见过那一次？或是时间拖太长了，发现很多人都没有他的资讯了，他在你的生命里很像是死亡了、消失了，而知道他在哪的人也不会主动告诉你他在哪，不是吗？会有很多这个状况，对不对？那这一个灵感
发现你要主动靠自己的能量把彼此关系拴住的这一个 idea， 这个直觉，就像我这边讲的苏醒状态，伸手张开眼，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救到自己的，这个灵感会跑出来。哦，那蛮好的，因为当这个讯息出来了，你们要继续下去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局面了。好，那会有全新的发展。确实，你们两个的这个快乐的第一次相聚，确实是上一个篇章的最后一段了。你要开始翻一个新的页面了哈，新的篇章、新的故事。好，那后面会发展什么？我们等一下在这里再说。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比它更强烈的讯息，但是比它离你的距离更远的讯息，那一份宇宙遥望。观察比较宏观，比较能看到你前后20-30年的这一个遥望的讯息，它要给你什么？牌面上翻来的是给你什么？哦，很不一样的解释哦。因为通常这一个位置都是绝对乐观的、绝对正能量的。你要去挑三拣四的去想说这个位置要给你什么缺点，要给你什么负评价，这个位置通常都会直接抹去。不告诉你，不需要告诉你，我们只往绝对的正能量的方向去告诉你就好。所以我为什么说他这张牌很不一样？因为权杖十完全逆转或相反的排斥的，对这一个牌阵的位置做出了逆向的决定，做出了逆向的表达。我先说一个比较浮面的表面的想法是说，这份关系应该会在新篇章之后变得有点沉重。我先说这是牌面上一个比较浮面的，但是我看到的不一样。我看到的是总算放下了心里的石头，在遇到这个人之后，那个石头讲的是什么？他可能在这一个人出现之后，跟这个人的互动，或是你看到这个人的举动，或是你跟他的熟悉度，或是你心里的某一个层面，终于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发现自己的声音，内在的声音原来可以被人听到之后，那个沉重感就消失了。那个心灵上或是某种压力，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一个声音，突然发现原来有另外一个世界，或是你忘了去追寻的那一个世界里面，有人一直在等着遇到你，有人能用单手就接住。为何说单手就接住？他单手接住你，他另外一只手要抓住你，这不一样的概念。所以我在这边，为何我用这个方式来诠释？因为我说过了，这一个位置是完全排斥负能量的，完全排斥负能量的。它的正能量是绝对的，绝对的是因为它隔绝了任何负能量在这里产生。所以这里的牌无论翻什么，都比我们这个频道只看正位牌不看逆位牌的概念里面再加强了更高，这个位置应该算是最高级的，正能量的最高级了。所以我看到的是下一个权杖一的新生，新的创造力，新的好奇心会在你们两个之间重生、苏醒完，再重新转换成另外一个样子。那回到爱情面，回到恋人这一面，就是你们两个相遇之后，先不知道他的部分，但我知道你的部分，你会有全新的自己出现，而那个自己比较不算是你打造了或是重新包装了一个你的自己，而是原来你本质上的特质会在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被叫醒了。我认为这比较像叫醒了。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去否定你跟一个人进入恋爱之后，你的朋友会说你变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并不是我们变了，我们也不是因为遇到了新恋人，为了新恋人而改变而变了，而是有的时候在爱情中，这一个人，这一个对手，他就是有能力、有本事、有能够深入你能量、心理、灵魂最深处的那一个 power， 把你里面那一个小孩、小恶魔、小的正义使者、小的骑士叫醒了。那这些东西本来在哪？为何从来没醒？因为他可能在小时候在用最 pure 的方式存在了。可是你因为要慢慢长大，要学习竞争，要学会赢，要学会面对输，要学会照顾别人，要学会关心别人，要学会同情他人，要学会恻隐之心的这些一段一段一段的成长，学会接受成就感，学会接受成功，学会享受成功，学会排斥失败，学会不断乐观，有很多这种学习，让你把这些最小的你小时候最 pure 的思维关在某个几乎没有光线能反光的位置。那偏偏有的时候恋人的出现，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有一个磁场跟能量结构跟你很近的人，他可能已经把内心的这些东西救出来了，叫醒过了，所以他看到你的还没叫醒的时候，他就能够很轻巧轻易的把他们也叫醒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原始的自己能被看得懂的人看到。这就是我相信的爱情的力量。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盲目的或是清醒的爱情，我觉得都有这样子的力量。好，那我觉得这一组特别是这个角度，因为他一直有所谓的放掉了某些枷锁，跟从沉睡中苏醒的感觉，一种假死状态苏醒的感觉，在这个人相遇的时候。可是我从这里的牌又看到，他让你们相遇的稀罕度提得非常高。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像是，因为有的时候牌面并不会告诉我要跟你这么说，而是翻开来的时候会有某种直觉讯息会突然进来。那这一题的直觉讯息就是在告诉我说，你们两个人的熟悉度是跟前面的累世智慧有关。所以让你们在这一次的相遇的时候，并没有让你们这么顺遂的或是容易的遇到，因为你们已经遇过非常多次了，在不同的时空里。所以相比之下，这一次的遇到就不需要怎么，不需要这么慎重。那不这么慎重的背后讲的是，你们本来就能容易的遇到啊。也就是因为遇到的次数很多了，所以并不会有特别哪一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次就被包含在那一个普通，看起来普通，可是每一次都很重要的状况然后相遇。所以这一个声音很重要的是，不要错过了你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一个很强烈的熟悉感，不要错过了。好，但还好，我们刚刚都已经解释了，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有很多方向。好，那这张牌，因为它是被排斥的绝对负能量，对我来讲是绝对负能量的正能量的解释，所以我为它再翻2张牌来看一下，我们帮它多做2层解释哈，帮它多做2层解释。好，那我们用反向牌来看好了，帮它多做2层反向解释，看看有什么讯息我们差点又要错过了哈。好，就这张，女祭司。再来一张，女祭司牌这边已经透露了某种强烈的绝对平静啦。它已经在这个牌位被调整完了啦。这里在讲的是什么？我用最容易懂的方法就是不用担心，有一些内在的力量在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已经调整到某种很不错的对齐，很平稳的频率，也就是说，你们会很轻巧的
简洁的就看到彼此啦。错过可能有一点点是这里的杞人忧，过度担心啦，过度担心。但也许就是因为深渊这个牌，它本来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很强烈的负能量讯息，所以它会过度担心也是正常的。但是还好，这边已经说了都解决掉了女祭司牌，而且用女祭司牌来去解决，表示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讲到这么远，讲到累世就是前几世或什么，不要讲那么远，我们把它讲成是不同的时空，你们其实已经有遇见过了，这样子比较神秘主义一点。那我们回到女祭司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相处，其实在很多的其他时空里面已经完整的定义下来了。只是会不会每一次相遇都是直接进入恋人这一件事情，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我心里跑出来。但是你们的每次相遇都很重要，而是每次都需要相遇，而是每一次都需要分享相遇之前的所有事情。你们要经过好几次的不断感受到为什么这个人让我这么熟悉，要去累积这个经验，然后你们就会慢慢的体会到，除了物质世界摸得到、碰得到、吃得到的这个世界，眼见为凭的世界之外，还有一种是直觉取胜、直觉先行、直觉优先的世界。那个就是一种感知的。好，那力量牌这里也再出来了这个就真的不用多说，这两张牌大的牌，这很大的牌，在这里直接告诉你，你们的连结没什么阻碍，我只能说没什么阻碍。调整完了，调解完了，会阻碍的东西也都被排除掉了非常多，所以是不用太多担忧，在你们相遇之后会意外的分离非常久，或是失去了这一个人。没有，后面讲说，先不讲在恋人上的连结啦，比如说在这份关系上的连结，就已经非常扎实了因为用大牌来去形容就已经非常扎实了。其实在这两张牌前面就已经有说了，是一种跑不掉的关系啦，跑不掉的关系。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回到比较物质世界的角度来看来回到比较物质世界的角度来看，离开这些比较缥缈神秘世界领域，就是有一些图案的时候，你看到星空或是深渊里面的讯息，我们先远离他们一下，因为他们看得太宽广了有的时候会不着边际，不会立刻切入到我们现在这种短暂、短小、渺小的时间点里，所以我们要回到物质世界来，回到比较接近物质世界的最边缘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来看看这张牌给的讯息是什么。那他这边讲的是你们两个现在是否非常接近，或是已经见到面了，或是两个人的能量已经逐步的重叠，或是已经共享了某一个能量，在这一个泡泡里，能量的泡泡里，已经在里面寻觅彼此，已经在里面把两个人的故事线正在串联，找出交汇点。我们来看这里给的讯息走的方向是什么。权杖皇后，看来他是在一个非常平稳而协调，水火已经在协调之中的一个路径上，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赶来遇见你的状况，它是一种顺着已经安排好的故事线，正在慢慢往你这边走来。但是这一条故事线应该是借由其他人的创造，而这里的直觉、情绪知道，只要顺着某一条故事线走，就会走到你面前。但是并不是他本人有主动的意识知道说要这样走才能遇到你，因为他现在
内心并没有那一种明确的渴望是要走到你面前来。那他现在过的生命，我觉得仰赖内在的感受、直觉、情绪比较多。但这个角度并不是说他是不理性的，而是他似乎在某种成长跟经验之道，现在他会更相信自己内在的直觉所给予的决定。好，目前看起来是这样，这是他现在生存在他所处的环境、工作啊、人际关系所需要的一种强烈的直觉依赖了。好，那也因为这样，我从这边看到了，他像随意的踏上了一个小船，然后选择了他觉得最摇摆晃动、最舒适的那一条小溪小河，待在上面，有点像是顺着整个世界的洪流走，但是他选的这一条洪流，并没有到这么大的河，它可能就是一个小溪，清淡的、轻巧的，这样子慢慢的去享受这一段。所以他现在的节奏也很快。哦，sorry， 是节奏也很慢。可能之前快过了哈，所以才会用权杖皇后来让我发现他的火能量正在逐步的有倾向跟有欲望往平衡或相互抵消的中间值迈进啦。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人，所以我才发现说他现在的节奏是算偏慢的。那从这里我反而有一个直觉，有一个讯息告诉我，他会在遇到你的时候，他也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惊讶，他会有一种眼睛为之一亮，或是有很强烈的感觉是，这个人一直就是说你啦，你一直在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必须要有，他好像需要做一些事情，他必须要做一些事情。这是我这边看到的是，我们把它形容成，他在这一个小溪小河上慢慢漂流着的时候，岸边有非常多人在他眼前晃过。可是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发现他非得跳下船去游到你前面的岸边上来，去跟你做一些互动，去跟你问声好，去认识你，去探究到底答案是什么。有这样子的状况会在你们最靠近能量最靠近的时候会发生。所谓能量最靠近的时候会发生，就是也许你们中间的那一个共同朋友，那一个需要一起经历的事件，它有可能是工作上某个 case 需要你们的合作，这个我们非常常拿来比喻。他也许他有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他本来没时间去，但他觉得他一定要去。为什么会有这种主动的强烈意识？是因为你们的能量好像在交汇点已经非常靠近了，所以他内在会有一个我刚刚想的非得跳下船去游到那个岸边的那一个内在直觉的驱动力，让他发现他这一次需要刻意的去为自己或为这一个未知去做点什么的直觉，那产生了你们两个这一个相遇。但我们可以把时间再缩短，它也有可能是在你们在同一个聚会里，他看到了你，他发现他一定要对这一个陌生人做些什么，产生一些互动，他忍不住，因为这个能量在这里很强。那对于这个诠释一样，我们再翻两张牌看一下他怎么走哈。来，这个我们就翻一些，因为我觉得在形容这一张牌的时候，整个场景都是偏暗的，灯光烛火偏少的，所以我来翻一下这一组牌哈。来，两张。哦，这几条飞了，那就飞了。我一般不会打开飞出去的牌，我一般都不会，因为我觉得过度巧合哦。但是不知道为何手就想翻了，我就去翻了吧。来，5都是金币牌。我发现有人打破了你们之间的距离，
有事情打破了你们之间的距离，然后你们之间现在有某个相遇的故事线，已经在牵线，已经在创造。比方说，就是有人已经在安排某个宴会、某个饭局，然后你们两个都是参加的人，或是某一个工作的 case， 你们两个是需要合作的人选。但是我必须说，这一个方式跟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个事件的本质是水能量跟浪漫能量是非常低的，所以它会产生一个现象是，它会在一个平淡无奇的状况里面，让你们两个遇见，或是这一个遇见前的这个事件的样子跟它的主题是，对你们两个来说是没什么，平淡无奇，或是不感兴趣。所以才会呼应我刚前面说的，他可能不想去，可是他这一次特别觉得一定要去的这一个直觉。同样的，你这边也会有这个哈，所以走了这么大一圈，终于有一个讯息需要告诉你了。这里说，如果你近期内心突然觉得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去做，有什么地方一定要去，有什么朋友一定要见，记得快点去。好，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能量在这一个很人间的位置，突然有了强烈的感受，所以不要忽略它。因为那一份直觉，应该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们的能量太相近的时候，伸了一个很长的手去抓住能量，我们把它拟人化哈，伸了去抓住了，才会有突然一闪而过的这个直觉。所以我常常在强调，如果你相信身心灵，或是你相信神秘主义，我比较喜欢偏向去形容这是一个神秘主义了哈。记得要时常抓住内在直觉的声音，它会很不合理，它会突然出现，然后跟你现在眼前跟你所处的环境很没有关系的直觉会突然闪过，就像我们看卡通或什么，会有一个闪电突然跑出来，你突然有一个一闪而过的画面，但它可能跟你现在所关心的周遭的人数都完全没有关系的状况出现的时候，记得把它抓住，把它记下来，把它回味，把它重复在你脑袋再出现那个画面几次。不需要给他理由，不需要给他逻辑，不需要问他为什么，先记住就好了。那这份直觉会很类似这样子，刚刚我说的，你非得想要去参加什么，去见什么人，这些的这个直觉会很类似，然后你抓得住。那这个直觉出现的时候就去，先去再说，不要想那么多。好，因为那个是能量上的，那个是意识上的，好。那是你我因为凡人都搞不清楚的这一个讯息能量，这种它很像人跟人皮肤之间未触碰之前的那一个奇妙的感受，它很像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而产生的一种熟悉的剪影，是那一种感受。所以要把它抓住。那从这里看得出来，抓住这一个直觉，可能是让你们两个相见非常重要的关键，不然没办法启程，没办法起航。这个讯息现在我在对你说，可是我知道对方他应该能抓住这个直觉，抓得更稳、更清楚，因为他现在这方面的能量。那个闪过去的闪电可能比较强啦。我只是提醒你，你可能也有，记得不要错过。好，来，那我们再往更上一层，去诠释一下这份直觉的深度会到什么样子的状况。那这个深度也在诠释你们两个中间能量的结构是怎么形成的？那这个能量的结构怎么形成？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拥有了什么样子的
方向感、什么样子的目的，一定要在你们两个最接近的时候把你们抓牢。虽然我们前面已经有偷偷说了一点点，可能跟累世或是不同空间的多次相遇有关，但是我刚刚说我们要回到比较物质世界、人间世界里面来去寻找比较清晰的一些线索，看看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必须翻开这个，有点像是超越，再比直觉再更强烈一点的东西啦。它很像介于你的梦境跟回到现实之间的那一个感觉，就像你做梦的时候，刚醒来的时候，你会有一段时间相信梦境里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那一段非常小的瞬间，就是这张牌所讲的那一个结构。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圣杯十，看来它透露了一点：当你们越来越接近的时候，那一份浪漫的感觉阻挡不了你们两个要做某种互动。那这个互动会立刻把你们两个像很强的就像两个磁铁，它就吸在一起那个瞬间，你们的相遇会有这个感觉，完全符合这里。这里我们刚前面就已经把这里讲了，你还记得吗？我说你们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熟悉感，那个熟悉感不只是20-30年的熟悉感，而是非常多时空重叠，那个熟悉感会蹦出来。那这边又说了，那不只是那个熟悉感，而是你们内在的那一个甜蜜的水能量已经累积很久了，需要在你们相遇的时候爆发出来，挥洒出来，浪费掉。为什么要说浪费掉？因为好像用不完，可以浪费很多，会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会有。用最白话、最肤浅的讲法，就是一遇见就会黏在一起了。这个情感上的黏腻、依赖感、好奇心、渴望、探索那份熟悉的答案，有很多这种形容会在你们两个最接近的时候会跑出来。而且这一组的正能量，在诠释你们两个中间那一个，我觉得比较超然的关系啦。为什么要说超然的关系？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可能是这个时空以外，还有更多时空，你们的关系已经连接的很深入了，连接的很复杂了。它不是一片蜘蛛网就可以诠释你们两个的关系。我只能说，看到这里，算是一种很明确的预见，没什么阻碍，而且还突破了非常多的陌生感，几乎是零陌生感。唯一陌生的可能是那张脸，这个人的声音，甚至连气质都有熟悉感，还穿透到灵魂、灵感上面的一种默契。那这组似乎有一种复合式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会把它讲得比较退后一步，或是可能性放大的说。虽然我们今天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但是这一个人跟你的关系是复合性的，他会是 soul mate， 他会能是你接下来最好的朋友，都有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发展下去的时候，恋人可能只是第一个关系的产生，那后面会再衍生出什么，那就要看时间怎么拉长。主要是因为空间上这边给的灵感，我发现任何关系对你们来讲都是必须有的，而且还不是一个创造新关系，它是只是一种回归回归本来就既有的关系。本质上概念是这个，所以你看，它不是用金币石，它是用圣杯石。它这里的舞蹈跳舞，更像是诠释什么？久违了，好久不见了，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又回归了。惊讶的发现你怎么在这里？有一种老朋友的相见，有一种欢愉的这种感觉，夹杂着各种正能量与快乐、幸福，
雀跃、兴奋混搭在里面的一种感觉。好，所以我们回到深渊里这一个讯息，它提示了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要错过的重要性是，那一份快乐很难能可贵。好，那一份好像找到了一个失去很久的家人，找到了一个离开你很久的恋人，找到了一个你们分手了很多年后理解了其中的误解又复合的那一个感觉，很多种混杂在一起，成为你们下一次相见的时候那一瞬间的，我觉得应该用幸福来形容。好，所以我回到这里，我刚刚说他给的讯息能量很小，但是他很切中整个命题。果然后面有，只是他能诠释的非常少。好，很难得会有一组牌，我觉得所有的好的东西都已经讲完，而不需要去翻这个核心之美。但是我们还是要解答，我等一下还是会翻，别担心。我只是觉得，除非这张牌非常就是直接往下坠，不然应该就跟我所理想的方向差不多。但是如果就算这一个是极度负能量的，可是因为它在的位置是所谓的被和谐化了，四方能量会把它抓紧，不会不偏不倚，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核心，所以它就算负能量很强，我觉得它也其来有自，有原因，它可能会成为一种体系。好，那我们就来翻看这张牌给的讯息是什么。是塔牌。我有的时候不得不好奇我的直觉，我确实有感觉到它会有直接往下坠的感觉，果然。但是当我翻开这张牌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验证我那个下坠的感觉是被我猜到的。我反而觉得他这边给我的讯息是，请注重其中的超强的火能量为何在这里爆发。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放烟火，或是我翻一张牌来确定一下这个方向，我再告诉你我要说的或是后面本来我要接什么。一张，我觉得这组牌讲的是，这张塔牌在这里给的是一种和解了，好像是在说，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一组牌有一直在提醒我累积，转世嘛，累积你每一世，好，世纪的世，累世一直有叫做。我突然发现我在翻开这一个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整个事情就直接下坠到低谷，而是一种火焰的喷发，然后它又在这一个和谐，互相体谅、互相谅解的一个牌阵圆心来出现这张牌。在翻开这张牌之前，我告诉你，我刚刚觉得的这张牌给的火能量是告诉我说，终于翻盘了。你们终于和解了，所以我才想要知道说他在和解了什么。结果翻出来的是宝剑三，你们和解了你们之前可能在不同空间里的分手、误会、离开、远离、背叛也可以，各种那一种分裂。你们会在这一次的相见之后，发现那些感受在你们内在不存在。然后它会进入一个打掉重建的状态，所以我才说这个火能量是非常正念的喷发，它不是一个崩塌塔的进行式，它是已经崩塌完再重建的位置，因为它这个是在这个牌阵啦。那如果它这个是在这里的话，我就会觉得你们的见面可能需要经历过一个转换跟挑战，但是没有，它不是在那里。它出现在核心，它和谐了。这个牌阵位置，它其实有4个启示，它有所谓的，它是4种启示的结合，所以才会和谐。哪4种启示？它会告诉你说，
我们对于美的向往，我们对于自律、自我约束的程度，然后还有一种是人生里对于罪恶错误的慈悲，再来是我们如何走向自己人生的终极胜利方向。它是这4种东西去结合出来一个答案，是这4个方向的经历似乎在这一次的相见前都已经和解完了。你们的灵魂早就确定了想要走的方向，我说的是你们的灵魂哦。你们的灵魂早就在要求彼此的这个过程中，发现你们已经达到了某种制衡，不需要这么并行的把自己要求到这么好，所以周边的所有人都要跟自己一样好。你已经谅解了体谅了这一件事，然后这一次你知道了要对世界有更多的慈爱，更多的疼惜，然后这一次你知道你想走去的远方，并不是只是你孤独的一个人走去，并不是你一个人理解的方向只能孤独的走去，而是你能够携带着更多你爱的人、你关心的人一起走去。那这些你已经找到的答案，促成了这一次你跟他相见的时候这一个欢喜快乐的状态。因为很多内心的小恶魔、灰色地带、不理解的，在其他的空间里、其他的事代里的那一个没有答案，在这一次之前，好像在转换的过程中，好像在你们遇见的之前的人生里，20年、30年人生里，已经理解了、摸索到了，所以才会用宝剑3来讲。讲了这么多难的，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然后我们通常都会先把很难的先讲完，然后再讲最简单的诠释，让你一句就懂。这里要讲的是，伤口的疤还在，但是摸起来已经不痛了，就是这样。那这一个句子在这里出现的后面是什么？表示你跟他的相遇，并不会有更多的挑战，或是更多的伤口去影响你们的幸福将到来。即使有回味到，但是已经不痛了。不痛的原因是在这4种各方的能量都学会了和解跟谅解。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才说不需要翻开这个，其实这篇东西都已经讲完了。只是翻开这个，我们要强调的是核心之美，所以要告诉你说，真正在你们2个关系里的那一个心跳，它为什么而跳？它被什么而鼓舞？原来它被这份谅解所鼓舞着。这就表示你们2个相处的品质是这样。那它这个品质就表示说，你们更能够体会这个世界了。你们对未来的走向2个人能够携伴同行的去看待这个世界，能够挖掘更多的爱，能够体会更多的爱，也不会太多对自己的苛责，太多对他人的要求，也不会因为他人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而感到不满，因为你们没有太多的要求于他人了啦。你们知道世间万物大家都需要被原谅，大家都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犯错，所以需要被原谅。你们在相遇前就理解到这些。那从这里我必须说一个很特别的点是，你们并不是在相遇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而是相遇之后2人的熟悉感跟互相聊天讨论的灵魂的开窍，来发现你原来已经懂了，你们原来可以轻松的就接受我刚刚讲的这个和谐感，这个和解，跟这个世界和解啦。讲的比较深远，就是开始懂得怎么跟这个世界和解。感觉好像飘飘的，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回到现实面。
知道怎么把它应用。但是我更觉得这组牌更多的向往是好好的享受你们两个人的世界就足够了。因为我发现它有一个外圈的宁静，当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好像会有一个能量聚集在这里，变成一个圈，圈外都开始寂静下来了，反而是你们两个里面的这一个澎湃跟热闹很富足很丰富，所以他比较支持在跟这个人遇到的时候可以专注的进入两人世界。好像在这一次的相遇，不同于其他的时空的相遇来说，这一次更加的看清楚，或是更加的能体会是什么。好，只能说是4号牌选到4号牌的朋友，看似很清晰的一个路径，就是你会遇到一个你本来就会遇到的那一个很熟悉的人成为恋人。看起来路径是这样走，原来它有很深层很难的东西。所以在我们今天4组牌来说，我觉得这一组牌讲的深度跟难度需要形容的东西，我觉得最难的。那如果有听懂，表示你很有悟性，你很有智慧。因为我竭尽所能的把它讲清楚。如果你能够 catch 到，我会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幸福。好，那牌面上讲完了，那我们一样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惯例，我们尽量抽2张天使牌，来看看天使对于这一组牌跟你们两个的现况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或其他的想法。来，好，这张给你，这张给你们。好，来，我戴个眼镜看一下。我是来看上面的数字了哈，我来看它是第几号天使哈。那这里加百列是大牌，我只能说我把它定义成它要强化这里这张牌，它不直接对它解释，因为它太大了哈。它几乎是领衔着所有的天使去强化他们的理念了哈，而且它内在的也有一些月亮牌能量，它有强调对未知的挑战或什么的，它给的讯息就这样。所以我翻到这张牌之后，我只会觉得说，那我们来，它会来强化这组牌。来，我再翻一张给你们的。好，这个来，我看一下，这个是第26的天使那他，看一下他是哈艾雅，他讲的他其实他内在讲的是说，有一些秘密会在你梦境里面被透露出来，请你不要错过这个东西。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说了，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有说，在这里的时候好像有说，你们在梦醒时分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具体的结构。然后在这里我也告诉你们说，这组牌一直在强调一件事，不要错过了你那一个直觉，你要练习去抓住那个直觉。这边又讲了一次，只是他讲的更加的对某件事情说，他对梦境说了，他说，晚上的梦里常常会说出白天不能说的秘密，所以记得梦境里有一些讯息不要错过，不要把它只是形容成是一种童话式的。他一定有说出什么，只是在你醒来之后，能记得多少，还能体悟到多少。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比较接触神秘主义，或是这些，有可能要习惯性的在醒来的时候回味一下、回顾一下你刚刚梦到什么，你记得什么，里面有没有给一些启示？这边说了。好，我再看一下这里第9号天使第9号天使哈奇尔说什么哈奇尔本身的概念是代表是一种强大的博爱力量啦。它比较有点像这个位置的牌位。但他讲的不是光明，他讲的是爱。他有点觉得只要有爱，什么都可行。只要有爱，把爱的能量做得更强大之后，你能够学会爱人，你还能够学会仁慈，你还能够知道怎么把自己的善良成为一些具体的行动。可是这些都是以原始的爱为出发点。那他这边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了去施行爱的方式。好，那我们回到这里，
加百列说这里，我刚说这个会强化这里，所以他这里在讲说，爱在这一组牌或是选到4号牌的朋友来讲，这一件事情是极端重要哦，极端重要。好，那通常天使牌我都不会把它直接认为跟下面的牌有关，但是我会觉得他给的讯息应该在做一些这牌面没有翻到的缺口的提示，所以我再来重复讲一次哈。这里在告诉你说，梦境里有些东西是白天现实世界你无法遇到的答案，会在梦境里。那这边告诉你说，要学会让爱具体的呈现出来，成为有用的、有效果的事情，要付出。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反向的讯息是，记得不求回报，不然你的爱会有瑕疵。会有瑕疵。好，那天使的讯息也收完了，那差不多就这样。这是4号牌的朋友。那我们这边再提醒一点，就是因为会讲很长，所以里面会有非常多复杂的讯息，可能有包括智慧，也包括一些小聪明、小技巧，都没有关系。听不懂就算了。我们在追求的是，在这么多的线索里，有1句、2句，某些关键字，能够把你内心某些东西叫醒，让你去思考，然后你要融合我的话跟你自己内心的话，成为一个新的语言，从你自己内心跑出来，而成为你自己的答案，而不是我加注、推销或硬塞给你的。不能哦，我觉得不能哈。你一定要融合自己的声音来去思索，这里给的方向跟启示在讲什么，要有自己的那个声音比较重要。那这才是我们这里占卜的重要的方向，这样才能够让你内在心领着那一份答案是对你有用的，那一份方向是你能够坚信可走的路，好吗？我们要慢慢练习这样子的占卜的意义。好，不要完全依赖。好，记得这些都是一个 sign。好，我们用图像的方式帮你把它一点一滴找出来，所以我们才要这么零碎的、这么满的把任何我已经知道的讯息都讲出来，好吗？记得哈，那就这样。那很开心，谢谢你们来听哈，那祝福你们哦。